我阿耶没死，谁敢上香？奴亲眼看见阿郎被山匪追杀呀！殷世峰行事张扬，这才招来了山匪眼红。如今落了个尸骨无存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各位怎可乱下定论？你阿爷与我借了300万，你要不替他把钱还上？你一个小娘子，终究不堪大用。不若将这宅子交于我，三父自会替你打点一切。你休想！这300万还未有着落。这宅子这么也该是归我，归你，他怎么也得是我的，这怎么分不正？就该是先我。我萧家的东西，还轮不到你们惦记。萧景烨，这不是长安第一商贾萧家郎君吗？听说他两家素来不和，此事和萧家有何关系啊？殷世峰已经将殷家财产尽数抵押给萧家，这契书便是凭证。殷心月，这里的一切，包括今后都由我肆意处置。带走。我随你走。3个月，3个月为期，我定还上我阿耶的债。望郎君，手下留情，我要将我殷家祖宅转手他人。7年了，未曾想再见到你，竟是以这样的方式。明昭，殷家女为妻，为何？若不是他殷世峰，你怎么？赵总。债务可还，勿盈于心。既习衣10载，或凭计谋生。这些年过去，他竟还愿意成全我，但物是人非，这份情谊叫我如何偿还？你好，这铺子可是要租赁？啊，来，是贤病。真娘，住手！他快临盆了，贤病发作，伤害更大，我能处理。若有闪失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这可是人命！贤病最怕的就是拖沓，半炷香内他醒不过来，即便就算医者来了，他的孩儿也会胎死腹中。信我。真娘，好点了吗？怎么样？多谢娘子救命之恩，来，多谢东家。
抱歉，是我着相了，不该怀疑你，差点害了他。你也是救人心切，何谈对错？娘子，可是来租铺子的？是的，不知令金如何？啊，这位是东家，你可问他。既然你救了真娘，我们也不愿欺瞒你。这坊里的男人们都去戍边了，剩下的多是妇孺，怕是做不成生意。妇孺，如此甚好，我租。令金先付3个月，之后每月1付，可好？娘子，你可想好了？对，我要开一家女科医馆，专治。不可。若是寻常生意，租你便租了，但医馆是人命关天之事，女子行医抛头露面，会被视作越矩。很抱歉，即便你救了真娘，我也不能将铺子租给你。我知东家的顾虑，你也别着急回绝我，好好考虑一下，明日我还会再来。东家，要不是因为这位娘子，我这胎可能就保不住了。方才连我都没能轻易让他就诊，何况旁人？你知这世道的目光。喝什么喝？我好歹是这府里的主母。发生什么了？沈郎，你来了。姐姐刚才逼着我喝药，说我若不喝，便要罚我归祠堂。可那药可是绝子药啊！我没……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也就算了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要把后院闹得鸡犬不宁。你为何不听我解释？哼，你一个商贾之女有什么实话？你老老实实在家抄经诵佛，为我沈家积福，这才是你作为主母应当做的。明日我会将抄好的经文供于佛堂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记得每日诚心诵读一卷，莫再惹是生非。记住，只有贤良淑德的女子才配做我沈家正房。哼，这月的钱呢？近来生意冷淡，只有这些。就这点出息。东家，真娘子，姨娘子，苏娘子这面色看起来不大好，是身子有何不适的地方吗？不劳费心了。苏娘子，可否让我看看？苏娘子平日里可是经常小腹冷痛，腰膝酸冷，畏寒肢冷。这么按着会痛吗？月事量少，暗黑有块，淋漓不尽。姨娘子，还是不要多问了。苏娘子，月事之事，并非什么羞于启齿之事，不必避讳的。可否让我看看你的舌苔？苏娘子是小产后包宫受损，气血双溃，淤血内阻，冲任损伤。若不及时调养，恐怕会终身不孕。我夫君亦有其他打算。
还是不劳姨娘子费心了。就算家有妾室承欢，也莫因他人的凉薄而自弃自己的身子。这3张药方可采药时同补之法，辅以熏蒸外敷。另外，我再给你制一些坐导药，你可以纳入私处，然后……禀郎君，姨娘子想开女科医馆，看上了长乐坊里的一家茶房，不过租赁并不顺利。去，给我查查这茶房的底细。是。甄娘子，姨娘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姨娘子。甄娘子，是发生何事了？你救救东家吧！我昨日去送药，被沈府的人挡在了门外。沈渊向来顾忌颜面，就算平日苛待苏娘子，但是他从未像昨日那般将我拒之门外。我怕东家如今处境堪忧。你先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东家从小带在身边的贴身丫鬟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沈渊为人和善，夫妻和睦，但实则他专横暴力，人面兽心，时常打骂东家。什么？姨娘子，你医者仁心，你想想办法救救东家好不好？姐姐不知道吧？从你嫁入沈府，沈郎就没打算让你有子嗣。你没了那孩子，也是他的主意。谁让你们苏家始终坚持孩子跟苏醒？与其浪费这钱，倒不如给我和沈郎享着福气。来。救救我们的孩子，夫君，求求你！你叫啊！啊！叫啊！做事有千般苦楚，要隐忍，要贤良淑德，万不可给苏家丢了脸面。姨娘，姨娘，你素来明白事理，今日为何如此糊涂啊？是，我最近是疏忽了你，那只是因朝中这个事务压力太大，所以我对你态度不好。你可能原谅我，我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啊！这些话你说过太多次了，我明知道你是个骄奢淫逸、虚伪贪婪、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可我竟期望有一天我能够改变你。我错了，你永远不会变的。你就像这腐烂房梁里的蛀虫，注视着苏府的根基，也注视着我的人生。闭嘴！你总是这样，区一个商贾之女，却这么盛气凌人。放开我！苏家倚仗我行了多少遍礼，你怎可如此不知好歹呀？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
你若再敢寻死，我定让苏家万劫不复！哼！妾知错了，往后再不敢忤逆夫君，愿夫君宽恕。今夜子时，我在后院接应你。哼！郎君，他那边怎么样了？铺子东家正是西施令沈大人的夫人。沈园？正是。据探子来报，姨娘子付了1辆马车的定金，等候在沈府附近。胡闹！苏姐姐，你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，回头再想办法转移户籍，往后他便不好再为难你了。下车。还不快下来！1、2。沈大人，夜寒露重，何苦为难一个弱女子呢？她既已决意离去，强求只会徒增怨怼。苏姐姐，去意已决。深夜诱拐官眷私逃，该当何罪呀？回大人，按律当以流放3000里论处。我跟你回去。常大人，往这边走。这不是沈大人吗？好生热闹。哎呦，这不是吏部张大人家的郎君？两位来的正好，这沈大人分明答应让我和苏姐姐去江南游玩，可不知怎的，突然就反悔了，害我白白给苏家准备了那么多的贺礼。沈大人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既应了小娘子，又怎好当众食言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说你失了体统？哎呀，我不是觉得深夜太过仓促，总要准备妥帖些，免得路上不便嘛。行了，我知你夫妻2人琴瑟和鸣，这些个琐事啊，还是让他们妇人操心去吧。良宵苦短，不如随我去明月楼共饮一杯，岂不快哉？走走，哎呀，不说了，走走走。还去喝花酒。这就是那老十字女科管。你是昨日的？去把你们东家叫出来。我就是东家。女的？哼，怪不得如此不懂规矩。这打开门做生意，可是要先拜会行会的。你这私设医馆有违行规，怕是开不得了。慢着。
你又是何人？掌柜的，昨日在明月楼可还尽兴？什么明月楼？没听过。昨日有人在明月楼宣称季安药堂是他当家做主，还说家里那母老虎不过是只会叫的狗。我还以为是您呢，这身影怪像的。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挪用药堂款项，挪动药堂款项，养别宅妇，养别宅妇，排挤良善什么的啊，还做这些啊？定都是我吃多了酒，记错了人，不作数。吃了记错了吗？真的不是你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谁，反正不是我。走，走。不是你啊！多谢娘子解围。这长安城里，多一间良医坐堂的女科馆，总比处处都是像季安药堂这样只知谋利、打压同行的医馆要好。娘子谬赞，不知可是身体不适？里边请。可否摘下面纱一看？你中毒了。我知道，这是明月楼特制的熏香，说是可以让人玉骨冰肌，更得达官贵人喜爱。丹砂，这香薰含有丹砂，长期使用此香的人，情绪会淡漠，少有反抗情绪，面色苍白，甚至腹中绞痛，呕逆不止，神志混乱。这不是玉骨冰气，是中毒导致的肤色苍白。楼里一直暗示给大家服用止痛汤，我亲眼见到有人对止痛汤癫狂上瘾。给我药吧！我深知止痛汤不简单，给我药吧！所以只能偷偷倒掉，在夜里辗转难眠。我自幼便被卖作贱籍，身不由己。这是方子，谢谢姨娘子。娘子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换一种活法。燕哥，这个胡商凶残暴戾，此前也有好几个歌姬被这个胡商折磨致死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我来应付。阿郎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阿郎，再吃一个。阿郎，来，好酒量。停！你先出去，我要和这位美丽的安吉茶客独处一会儿。再来一杯。走。出去啊！快点走！
阿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倒。慢点。你知道啊，我一直啊就特别的欣赏你。来吧，今晚就让你好好试试我的手艺。阿郎，进且感激不尽，只是今日不太方便呢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就是这娘子每月都有那么几日的嘛。阿郎您这般体贴，定然会理解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如此的不凑巧啊！不如我帮你看看吧。阿郎，我看看。阿郎越是污秽，越是污秽，怎能脏了阿郎的手？您若是不信，便叫妈妈来以证虚实，好不好？阿郎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妈妈，妾今日来了月事，阿郎偏是不信呢。妈妈，您一直在找的鎏金簪子，我已经买到了。哎呦，他呀，淘气的很，跟您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，对吧？喂，阿奴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风月场所，你去过吗？没去过。事态紧急，你这样扮作我的夫君，换身华服，走。这合适吗？不是，风月场所你不许去。哟，我们这儿可不兴接待小娘子。您要是有需要，去隔壁吧，那儿有俊俏的小郎君。保姆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这夫君还在身侧，我们呀，就是成婚已久，你懂的。想寻些新趣。我听说这明月楼有位头牌，甚是懂得助兴之术，特来请教一二。哦，夫君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日子过久了，身世寡淡，想寻一些新鲜。你现在又扭捏上了，叫妾一人在这羞人羞人。夫人果然善解人意。为夫的错，为夫的错。讨厌讨厌讨厌！这头牌今儿被人包了，要不给您二位安排别的娘子？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我夫君最是心软了。既然让我们将就，那我们就将就吧。您这边请，您请。老君，来，胆大妄为，这般擅自行事，可曾想过后果？今夜若稍有差池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他若扣你个挟持官眷之罪，连萧家都护不了你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的。你。多谢郎君今夜的成全。两位别为我再起争执。沈渊虽待我严苛，可终究是朝廷命官。今日之事，他定不会传出去。明日我便启程回苏家，定不会连累姨娘子。苏姐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我既这么做，怎会怕牵连？苏姐姐，还是别回江南的好。先安心养病，以免你爷娘见了心疼。姨娘子
为何待我至此？起初我确实是为租下这铺面日日叨扰，但我得知你的处境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这世间对女子本就苛刻，若人人都只知明哲保身，那女子如何杀出一条生路来？姨娘子大意，这铺面无需令夫令金，算我直接入本可好？我愿与姨娘子共担未来风雨。我定不会辜负素姐姐的期望。只是我暂时还不便大肆露面，一切还有劳姨娘子打理周旋。你放心吧。不知主家意向如何？我若不允，你难道会答应吗？未曾想姨娘子竟与萧家有这般交情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在他家暂住。不，她是萧家未来的主母啊。祖母为萧家操劳了半生，这郎君的正妻本该由柳家的人来担任，可这如今却把那殷家娘子带回了家。落魄少女不足为惧，况且云中认定其父为杀父仇人，还指不定留他到几时。我们静观其变即可。云州似乎比往日多了些朝气呢。新娘子如今啊，无依无靠，你身边又缺一信得过的人。这东跨院许久没住人，不如让我那侄女住进来，陪姨娘子说说话，可好？东跨院湿气太重，不宜久居，就不劳烦表妹了。大娘子既惦记柳家，不如回柳家帮衬帮衬，免得在这府里憋闷。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长安第一家女科馆开业啦！这世间的医者还能有娘子，看着也不过20出头，谁知道能耐如何啊？莫不是来骗钱的？哎，这世间啊，哪位医者会传授医术给娘子啊？无非啊，也就是要婆稳婆的活计啊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先给你诊脉试试，怎么样？我可不想，不想做个食药鬼遭祸。你们好，生意不错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长安第一家。又来了，走，看到借过，哎呀，行，那行，那这两个包起来了。你下次再来啊，是啊，也是啊，这些挺忙了，还行。什么女子行医，不过是借名头招摇，竟会耽误正经医者的生计。长此以往，医道尊严何在？听医者所言，不知医者以为何为医道？说，继续说。医道乃济世之业，岂容妇人沽名钓誉？纵有萧家撑腰，也不过是乱了纲常。若真有本事，怎不在此开方诊脉，还要请我来？医者此言甚合我意。这半月持续腹泻，每日需如厕3、4次，皆
皆为稀便，且周身乏力，连针线都拿捏不稳。参苓白术散，健脾止泻，3剂便可见效。等等，阿嫂方才所言，每日如厕3、4次，皆为稀便，还周身乏力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肚子闷热，还出汗？吃粗粮还好，一旦吃一些油腻之物，就会更加严重。所以你这半个月碰都没碰。娘子神了，这都被你说中了。手给我。张嘴。湿热内蕴，久泻伤脾，肩带细弱。脉细弱是脾虚无疑。妇娘久居方室，日日久坐缝补，脾胃运化无力，必是脾虚湿运之邪。单纯脾虚脉，该是细弱无力且偏迟，应该手心发凉，但阿嫂的手心还偏热，是湿热内蕴，久泻伤脾，才肩带细弱。参苓白术散治湿，不但不治病，还会把湿气往死里堵。一介女流，能懂什么医理？我看你能开出什么惊世之方？你师承何人？师承无名。怎么可能？这方子不治不艾，返祖得益，定是高人所授。医者各有所专，本当同心济世，会百川而奔海，岂能因门第性别设限？你幼于成见，只会固步自封。都怪奴目光短浅，明日必再寻一位医者坐诊。今日之变，非为胜负，实为正本清源。女子行医，不求凌驾于男医之上，只愿共扶陈科。掌柜道，亦无需因今日之事更换医者，寒了医者之心。英娘子果真是胸襟若海，反照出她止于行迹，诱于成见。多谢殷娘子赐教，是在下固步自封了。今日使之医道无私，唯在济世救人。郎君可会怪我方才言辞过当，砸了你仁安堂的招牌？句句在理，何来过当？哼！你好，看一下长乐坊女客馆。你好，长乐。阿婆，阿婆！哎，你这娘子做什么？别乱来！他一把年纪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你……竟真被他救回来了。阿婆，若遇身子不适，莫要应酬。长乐坊女客馆随时恭候。长乐坊女客馆专治诸般妇人陈科，针药病湿，立见功效。抢生意抢到人门口来了。小娘子年纪轻轻，胆量倒是不小。您来的正好，这位阿婆本就气血两虚，又上了年纪，让她在外久站，你也不怕？我们这是大医馆，每日病人多，顾及不暇在所难免。不在这儿排队，难道要去你这劳什的女科馆不成？医馆乃济世之所，如此一往，若遇急症，岂非延误病情？我还没说你在我医馆门口动针，你反倒是教训起我来了。你莫不是让我见死不救？姑娘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。哼，你等着！想要骗我？老师错了。为什么要骗我呀？求求郎君饶了我！
这个当兵还站来配合老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身上怎么那么多红点儿？是不是得了脏病？啊！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阿郎息怒，定是昨日换的香料引起的皮肤不适，芊芊这就去请医者。他们又是谁？夫君，好吓人啊！好了好了，是保姆将这患了脏病的人丢给这阿郎，莫不是当他是西域来的，就可以随意侵入了吧？娘子莫要胡说呀！我若是有半分差池，你这明月楼，我一把火给他烧了！已经给了这么多钱，还能要回来吗？哎，咱们府上缺一个施药的药奴，反正他命不久矣，不如就带回去玩玩，怎么样？你既然已经开口了，那便带回去吧。我这个人啊，不爱做亏本买卖。妈妈既然不愿意，那就陪她一起来府上做奴，好平了我这心里的账。娘子将人带走吧。阿农，是。新月，这可是那种病，若是放心吧。行啦。多谢姨娘子几番大酒。这是虽然我希望你用不到，若有一日你遇到必须要面对但又不想面对的局面，它许能护你一时。明日我就放出话诀，说你因施药而死，焚尸于城外，届时你便能脱身。毕竟是传染病，他们不会怀疑的。我已过花信之年，像我这般贱籍女子，即便是死在外头，妈妈也不会在意的。那你往后又当如何？长安虽大，可却无一处可容我立身。我这医馆远离明月楼，你若不嫌弃，可以留下来的。我教你食药理、学脉案，人生在世，几时开始都不算晚。原本娘子们对带下病就讳疾忌医，往后若是有人知道女科馆还收留了明月楼的人，更不会有人敢来女科馆，这对女科馆的名声必然有损。这位娘子所言极是，我自小便被卖到阿扎地界伺候人，不听话就羞辱、打骂。
可笑我本就是任人践踏之命，怎么能起这不该有的念想，妄想堂堂正正立于人前？如今得见一丝天光，已是上苍垂怜。若我再毁了女客馆的清誉，反倒辜负了姨娘子一片人心。我还是离开，寻一偏僻之地，了结此生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苏姐姐，倒不必这么绝对。这小娘子啊，小看了自己这一身本事。或许她这一身的察言观色、温言软语的本事，能在女客馆派上大用场，也不妨先留下她试试看。如此，便多谢娘子们收留了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先去井边把药材淘洗，再晾晒一遍吧。好。我已经弄好了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出去走走。哎，你。我亦可覆面，只笑不露真容，旁人又怎知我是何人？你与我怎的相同？苏姐姐，你就让她去吧，总在后院待着，人会闷出病来的。你去吧，早点回来。苏姐姐，有空啊，你也得出去走走。如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若被识破身份，不过被沈渊抓回去毒打一顿；但他若被明月楼的人寻到，不只是他一人之祸，不但砸了女客馆的招牌，更有可能会牵连诸位娘子的清誉与性命。那就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怎么样？好啦，顺其自然，迟早要面对的。这接连几日无人问津，这女客馆真有可经营之处。即便是寻常生意，亦有冷暖起伏。医馆不似那明月楼，女子隐疾甚多，定然羞于启齿，没那么容易。苏姐姐这是在笑话我。见惯了明月楼的迎来送往，不懂医馆的清冷坚守。你我相识不过几日，林娘子还是唤我苏娘子为好。苏娘子所言极是，苏娘子端方持重，不似我轻浮浅薄，行事却总带三分风尘气。胡搅蛮缠，还请老粉继续寻找我爹的下落。放心吧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！怎么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啊？我只是担心医馆生意，却惹得了苏娘子不快。林娘子久处烟花之地，难免浮躁，我也经此劝解两句，以免日后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变幻来去自有因缘，心急不得。既入了女科馆，我们便不再是那飘贫无根之人。这眼下少些喧嚷，也是读书习药的好时候。苏姐姐，你我皆知，这世间女子困厄都由何处而来，莫要苛责太过了。
我何尝不知世间女子立身之难，只是怕一招不慎，便满盘皆落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之死，如今林娘子重生，便不能再行险踏虚。我林燕阁虽出身卑微，却也知今日的平静来之不易，既蒙两位收留，自当以诚心立身，岂敢因私累众？好啦，那往后我们就齐心协力，将这女医馆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一步步做大做强。啊，快喝！你看这黄富顺有多难求，大仙说喝完就能生男娃儿。你要是给我生出个赔钱货出来，我就打死你！真娘，真娘，别拍人家，我来。你疯了吗？怎么能给人喝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？快去请稳婆来！来不及了，燕哥，去取热水，还有干净的布巾。求求我想生，但我做不了这。没事的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，没事的。真娘子，信我。这娘就嫁到我家来，她就是当牛做马，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管。若是这胎生了女儿，我定会让她好过。你若再进一步，我便放火烧了你家这院子，让你带着那些个什么转台秘书都下地府去吧。药箱里面有草药，拿到炭火上去烘热，敷在他腰上。孩子胎位不正，跟着我说的做，撑住，吐气，吸气。阿娘，你醒醒！阿娘，你不要离开我！给我方向，愿你在，就有远方。当世界彷徨，我陪你闯，再多风浪也不慌张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一同行就有力量。当海人嚣张，不再退让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出来了！没事了。真娘，你不是为生男而活，亦非为育女而死，你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真娘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真娘是个小郎君。果然是个带把儿的，祖宗保佑！就算没有转胎秘书，该生男孩自也会生男孩。这次算你立了一功，往后要是再不听话，就别怪我不念今日的情分。阿婆是忘了，真娘自幼跟着苏东家长大，这将来郎君要娶亲，这聘礼都得我们准备。若是真娘有什么不妥，不知到时候
谁来操持这婚事体面？这月药材支出比上月多了30%，英语却……谁叫我们殷娘子啊，心太软，来求诊的贫户10有8九都减免了药钱。这次2颗鸡蛋，下次3把青菜，再下次怕是要把枕头都贴进去了。那倒也不会。哎，我一知钱帛于医馆的紧要性，可他们仅是为了健康活着，便也是拼尽全力了。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是吧？你呀，倒是让我这账房先生头疼。善心不减，财帛有增，才是真本事。总得留些盈余应急才是。唉，寻常妇人都怕男医，可还有些妇人连女医都怕。就比如那些被刚赎身的姐妹，或是富人家的妾室，她们既怕花了钱不见效，又怕病情外传。若客源能打开，自然是好。若来女科馆的都是处境这般复杂的女子，那有没有种办法，无需面诊，又没有忌讳，咱们可以制成药笺，配好药材送上门去？外用的药倒是可以啊，没有忌讳，在家也可以自己弄，可以一试。我们分作3等，上等供权贵隐秘之需，中等富人百姓使用，下等则施于贫苦百姓使用，换取他们的适用反馈。权贵。好久不见了，嫂嫂好久不见，还是这般风姿卓绝，更胜往昔。你这丫头呀，当初在江南，你还只到我膝盖这般高呢，如今啊，竟然敢打记起我来了。这2位是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3人在城中一起办了家女科馆，专为娘子调养诊治。这女科馆初创立，尚无名望，若您肯为我们3人引荐一二。姨娘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自然是信任的。这城中的贵女命妇，面上风光，私底下谁还没有些个难言之隐？但谁又会把这些事儿拿到台面上来说呢？你们说呢？阿嫂，平日里您这皮肤是不是养的难受？许是天热闷着了。我记得嫂嫂以前的肌肤似乎就比较敏感，这过敏若不及时处理，恐会蔓延至脖颈，连脂粉都难以掩盖。不如让我们新月配些温和的外敷药，半日便能止痒消肿，还能让脂粉更服帖。不是我故作金贵，我这皮肤啊矫情得很，不能乱碰一些不熟悉的脂粉膏药，万一越治越糟呢？过几日的茶话会就要闹笑话了。阿嫂，我们用的呀都是温和的药材，而且这些药材是要经古法炮制的，我们调和成膏，绝无刺激，也不伤肌理。多谢好意，还是不劳费心了。家中还有琐事，失礼了。他怕药效不佳，又怕用药传出去会被人笑话肌肤不净。他如此着急宴会，
不如去寻些上好的珍珠粉和玉簪花露，配着新月的药做成修护膏，既可以治病，又可以打底。我还可以调整药方，让他先把药涂在手腕上，立即见效。我可以教他化妆，掩盖留下的红印。他定不会轻易接受的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蒙着面？这前日去了新开的铺子，试了些胭脂水粉，想是水土不服，也怪不得别人。你来长安已逾3年，怎会突然水土不服呢？你这孩子向来稳重，竟对自己下如此狠手。这是南海的珍珠粉，清晨采摘的玉簪花针流的花露，调配的修复膏。您闻，这药只有药材本身的清香，无半分刺鼻味。我先给您涂在手腕上，咱们说会儿话。若是有半分不适，我们陪您10盒上好的胭脂。也罢，就试这一次。确实啊，冰冰凉凉的，很是舒服。我从未见过自己如此白净，而且一点都不痒了，真的淡化很多。这药膏啊，不仅能给皮肤消红止痒，还能修护肌肤。我还在做了些粉剂，每日将它和露水调和一起，敷在脸上，早晚各1次，肌肤就会变得光滑如初。好好好，真是几双巧手。过几日的茶话会，我便引荐几位相熟的夫人给你们。谢夫人。阿嫂，这是我们女科馆制的暖宫膏，睡前敷在腰上，比喝姜汤还管用。要不要试试啊？才5个铜板1罐。要钱？不要！可以先试试嘛，第1次不要钱。试试。不要钱可以、啊。来试试，先试试。姨娘子免费给大家摸脉，教大家调理身子。哎呦呦，这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怎么从良了？不做皮肉生意，改骗女人钱了？你胡说，我这是正经买卖。你们可千万别信他，他以前啊，那可是骗男人钱的。我给你们的东西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哎，那我不要了。哎，阿嫂，这可是用12味药材制成的。阿嫂扔了实在可惜。若真是骗钱，他跟你们要钱了吗？是没有。郎君说他行骗，可有证据？若无证据，可是要以诬告罪论处的。轻则杖刑，流放3000里；重则死刑。不知郎君喜好哪一种？对啊，拿出证据来。就是啊，拿出证据来。我去流放啊！你看着，就是。多谢，不过是件小事罢了。走吧，我帮你。哎，给我一个，我想要一个。哎，
他来了。就是他给我的养颜膏，可好用了。不过是一点小手段罢了。女科馆里还有许多古方心法，嫂嫂慢慢尝试。哎呀，近日天气潮湿，我这腰膝啊总有一些酸软，不知道苏娘子那儿可有良方？可是夜间总醒，晨起还觉得手脚发沉。正是，夫人常年居于深宅，活动甚少，加上潮气侵入肌理所致，用艾灸配合药膳调理，半月就能大有好转。这妇道人家的毛病，怎能轻易对外人有所言呢？女子更懂得女子的顾虑，只是寻常调理也算不得看病的。这是我们女科馆特制的暖宫膏，敷在腰腹等酸痛处，会有发热感，可缓解酸痛。各位若不嫌弃，可先拿回去试用。若是用得好，尽管来女科馆，馆中还有许多调养的古法，温和不伤身。各位夫人可以放心试用。哎呀，若真如苏夫人所说，往后咱们长安的女眷可就有福气喽。承蒙各位夫人抬爱，女科馆定当尽心尽力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那苏娘子落座吧。那有了这东西，甚好甚好。来。听说这暖宫膏是你们女科馆给的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是我亲手调的，怎么了？你们女科馆安的什么心？哎，还请这位娘子说情。为什么不要钱？害得我都没抢到。是啊，我也没抢到。什么？是啊，他们都说这个特别好，我们排了几日都没拿到。多少钱？我花钱买。就是啊，大家别急啊，还有对，都有，还有对啊。这个够不够啊？来，给你，给我啊！来，多谢，排好队啊！好，我要第一个，好，排好队。你是王大娘介绍来的，按规矩可以给你优惠20文。哎呀，真好，这钱多谢。哎，我们专属诊疗还送定制药膳包，1月才3罐，实惠的很。何时订的？趁火打劫。什么？不，趁热打铁。那我先试1个月。这么多，没事儿，收着吧。之前的药膏啊，你们都没收钱。谢谢。我们女科馆啊，还专门为前20位娘子送祛湿茶和补血膏，药食同补，吃着放心，还能调理身子。我也要试1个月的。谢谢。这个月我们除去药材成本，净赚了299贯，没想到燕哥倒是颇具生意头脑。冷静。来，赶紧进来，放这儿。那些放那边。这是女科馆呢，近来在长安城声名鹊起，我毕竟是东家。郎君
是怕女科馆供不应求，药材跟不上，压了口碑，连夜从南方调来的药材，连工钱都算好了。萧郎君倒甚是懂事。新月有福气，有这般细致的人惦记着。阿农说的对，药材之事马虎不得。我去后院忙去了。后院在那边。啊！多嘴！哎呀，我是好，这怎么放文钱一罐？这生意不好做呀，这怎么办？这几个月，咱们行会的膏方卖出去不到20盒，那些老主顾都去那女科馆抢什么暖宫膏，5文钱一罐，比咱们的便宜了1半。如此下去，岂不是砸咱们的饭碗啊？可不是嘛，前儿听见仁安堂掌柜说，那萧家主事的郎君连夜从南边调了3车药材送去，连咱们垄断的名山当归都被他们拿了去。再这么下去，连药材生意都做不成了。我早就说过，那女科馆未经行会核验，他们的暖宫膏谁知道加了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跟你都闭嘴！光会吵有什么用？眼下要的是应对之法。不如找几个地痞，每日去女科馆门口晃悠，就说女子抛头露面行医，伤风败俗，让那些贵女不好意思再去。不错，不妥啊！那女科馆背后有萧家撑腰，怕是不好这么明着来。哼，那萧家再大，也大不过律法。那暖宫膏未经药典核定，私自炮制售卖，已犯大忌。明日我便递状子去府衙，就说他造假药，害人命，死一个便够他偿命。会长，可他膏方确有疗效啊！疗效？民心易蛊惑，真相难自明。只要搅浑这潭水，还怕他立得住？就这么办，我去寻那几个信任之人，定要让那女科馆宽张大气。慢点。燕哥，今天人多，下来帮新月做分诊。拿着这个号牌去那里排队吧。下一位，女外科一位。容易呀，女子行医有违天道，报应了。这种症状多久了？庸医害人！容易出来！害人偿命！偿命！出来！容易出来！害人偿命！女科馆医死人了！他就是个骗子！我女儿就是服了他开的药，连续多日腹痛难忍，坐立难安。今日竟然就这么去了！所谓的女科圣手，竟然医死了人！你们还要继续让他看诊吗？败坏医者声誉，依临至耻。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别让这纸钱铺满门前，看你这医馆能开到几时！就是你！是你害死我阿妹，你赔我阿妹命啊！走！女科馆害人性命，自有律法处置，尔等不得擅动私刑。你有何话可说？排尸闹馆，纸钱铺道，你们可敢让我当众验查？官爷，把他抓起来，不能让他再害人。萧郎君，难道是要护这害人之徒？官爷可否允我一探究竟？他怕不是要动手脚，毁坏尸身，掩盖罪证。尸身未验，怎知是女科馆之过？若本就是陈年宿疾，或是另有隐情，岂能由你们擅自定罪？
诈尸！他让尸体诈尸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假死术竟能被破解？这青天白日，怕什么？你竟敢如此歹毒，对逝者不敬！你这么肯定你阿妹死了，要不我帮你救活她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干什么？这是？我知道。这是火疗法。我开始了。心虚的连酒和水都分不清了。好啊，原来骗子是你们两个呀！没有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医药行会的会长，主持公道。带走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会长留步。怎么，你是想指认我与此事有关？你可有证据？会长，我这女科馆也开了许多月，一直未曾去行会拜会，失了礼数。改日拜访，还请您指点一二。哼。雪芝，来。早听闻长安城中新开了家女科馆，很是受城中的娘子欢喜。这位是一娘子，这位是苏娘子。雪芝是我在明月楼最好的姐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你也有了身孕？燕哥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要离开长安了。你说什么？2个月了，是楼里恩客的。你疯了？你别误会啊，他和来楼里的其他男子不一样。他喜欢与我聊诗词歌赋，谈天说地，也从不轻慢于我。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？你知道妈妈知道后会怎么样吗？这个孩子必须落掉。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难道连你也觉得我不配逆以良人吗？燕哥只是担心你的安危。你对这郎君了解多少？他姓崔，是个秀才，家中保有田产，并非轻浮之辈。而且他答应我了，愿以正妻之名接我入门。他若真要娶你，为何不早行动？明月楼岂是好相与的？妈妈怎会容你带着身子离去？不行，今日这个孩子必须落了。燕哥所虑极是，你腹中胎儿固然珍贵，可前路凶险难测，万一失败，性命堪忧。我知前路艰险，可他许我以名分，我又怎能一辈子困于这火坑之中？本想着与你分享喜讯，你会祝福我，是我叨扰了。今日就当我未曾来过。
雪芝，雪芝。燕哥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能够理解。你想要提醒他，但这郎君的承诺，他信还是不信？这孩子，他要还是不要，都是他的选择，旁人无法替他做决定。你作为他的朋友，能做的，就是他受到伤害时，能站在他身后，帮助他。都等了3个时辰，想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见我。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儿。还在呢，行会所事缠身，怠慢了。打扰了。今日前来，只为呈交女科馆行医名录，还望收录。来拜会行会，就带这些？哎，你这话差矣，一个小娘子又怎会懂这些？入册，这医药行会百年规矩，岂容轻易破例？女子行医终究有违纲常。若想让我们网开一面，也并非不可以，只需这女科馆需每月捐出60%利银，供我们行会调度。其他医药馆不过2%。我今日来，不只为女科馆，也是为日后想走医途的女子们争一口底气。我们要的不是破例，而是一个公平。你们不是哄得城中那些贵女命妇趋之若鹜，60%利不算多。今日抄名录，非为其准入会，只为存档备案。即便不入行会，女科馆亦当立于世。会长以私废公，刻意阻拦，那我们亦不会退。走。会长，这小贱人，竟敢背着我怀野种！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，这就是没有规矩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一段真挚的情感，妈妈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真挚？你睁眼看看，这笼里的脂粉，哪个不是拿命糊的枪？就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贱货，还妄想飞出这金丝笼！给我打，打到他把孽种流出来为止！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你醒醒！雪芝，石月，苏姐姐，慢点。雪芝，燕哥，去施之用具。苏姐姐，热水。
能不能醒来，就看今晚了。他不吃药怎么办？他不吃药怎么办呢？我不想你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雪芝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梦见崔郎来接我了，他带着3枚6品，十里红妆，将我从正门领了进去。燕哥，我怕是等不到他了，你帮我把我的嫁妆带给他好不好？替我告诉他，谢谢他。若有来世，我还愿嫁他。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！雪芝，不要离开我，雪芝。雪芝，你以前总说我抢你风头，在我每次被罚的时候，偷偷塞好吃的。快吃！你要是饿坏了，谁给我撑场面？你还记得你带我一起偷偷出去玩吗？总是会把你喜欢的东西也给我买一份，不是那么天真灿烂的面对我，给我希望和力量。喜欢吗？泡吧，热泡吧！真讨厌，真是没白给你花银子。早些回来，等你。夫人今天又是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讨厌，快去！有病吧你们？你们谁啊？你明明早就有妻室，竟然还敢去明月楼骗女人，为你守身力竭。嘘，你少点声。你可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会被打死了。啊，她就是明月楼的一个继子，谁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啊？我跟她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？跑来拆散我的家庭是吧？你有脸做没脸人啊你！他临死前都还在念着你，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你。他那么爱你，甚至付出了生命，你竟然连一滴泪都没有啊！他给我留了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是雪芝的东西，你想得美！他给你留什么了？你还想拿雪芝的东西？你说呀！这个都是雪芝的东西，配吗？配！不配！是给他。
娘子，你别听那些小贱人胡说啊！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！不要！曼子，这味道不对。等一下。 请稍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钱壶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也是钱壶。这是硫磺熏过的板蓝根。 钱壶的价格可是板蓝根的10倍，这些药材都是任安堂送来的。萧郎君怎么会做这等事？他定不知情，以次充好谋利，他不会允许的。把药材封起来，我去趟任安堂。吃了归元丹的人，现在不是吐酸水，就是胸闷喘不上气，那些可都是我的老主顾呀。 萧阿郎在世那会儿，可从未有过此事。萧家为了谋利，以次充好，害人性命。今日若是不给个说法，这生意咱们就做不下去了。各位，此次事件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所有的损失由任安堂一力承担。您和任安堂合作多年，还请多多担待。 如不嫌弃的话，请让我为你们诊脉，我定当竭力诊治。那个小娘子凭什么治我们？莫不是这任安堂想找一个替罪羊，趁机把我们弄死，来个死无对证吧？对不对啊？若各位不信任我，就让我当场诊治一人。若没有效果，我任凭处置。你说的轻巧，谁敢把命轻易交给你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？更何况自古以来就没有娘子行医这么一说。 任安堂必须关门！关门！关门！归元丹呢？你疯了！现在我和大家一样，都吃了这归元丹。既然你们不愿意相信我，那就看看我到底会不会中毒。疯了！这个女人疯了！ 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任安堂找了个疯子，要弄死我们！拦住他！抱歉啊，各位，我对诸位没有恶意，只是诸位出了这个门，任安堂被冠上的买凶害人的事情，可就说不清了。任安堂或许有错，但我身为医者，亦是真心想诊治大家。我以身为引，药为证。 只恳请与我和任安堂一个机会，去拿归元丹的方子。哎，去取碗，甘草生姜绿豆汤。归元丹原方无误，但这药中附子的配比超过了原有的，才会有了毒性。
只需加倍用此2药，再配上绿豆清余毒，以元方之治，解元方之过。真能行吗？可以吗？这个如此便利，真的吗？稍等，喝完药再走。如果只是喝绿豆汤的话，我喝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喝。为何急着走？莫非你没病？此人脉象华服，呼吸急促，不像是有病，倒像心虚。我只是路过，路见不平，路见不平啊！阿农，总管，走。老君，药园和库房的人说，库房的掌事已经3日未来点卯了。阿郎走后，商行乱成一团，小的连续几月流转各个铺子，属实疲于应对。前几日那掌事的说家中老母病重，需告假几日，小的便没有过多追问。讨什么呢？黄芪里掺入了附子，两者并不难分辨。但如果磨成药粉，即便是经验老道的制药师也难以察觉。况且配方中原本就含有附子，更难让人怀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说，我说，从阿郎临走之前，掌事的就找上了我，说趁阿郎出远门捞上一笔。这掌事的还向我保证，我们不会被发现的。这段时间也确实没人发现。掌事的后面就越发的大胆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东家，我错了，我都是被掌事的逼的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下次再不敢了。跪下！没有下次了，带下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走。这事我错了。掌柜的，近日女科馆的药材都是那个库房的掌事负责。是，都是由掌事统一分配，再由药童送去。可是有何问题？今日我在钱壶里发现掺杂许多被硫磺熏过的板蓝根，若非仔细查验，看起来极为相似，肉眼难以察觉。硫磺本就常用于药材防蛀，若这库房掌事长期以此等手段牟利，恐怕你们的药材亦有被调换或掺假之虞。从今日起，库房所有药材逐一核对，凡有经手者，一律严惩。是。走。这背后之人，你可有线索？柳氏表面辞和，实则暗藏野心。你觉得？好混。哇！云州哥哥3剑皆中，原来云州哥哥还是这么厉害，玩什么都厉害。要不要比比？你不是以前总说，男子会的，女子一样能做得更好。看看如今的殷娘子，还有没有当年的风范？啊，没有中，还是你厉害。定是这壶口太小了，我投不进去。投不中还怪壶？拿着，认真点啊。背要直，手要稳，呼吸要均匀。投之前
深呼吸一口气。3、2、1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恭喜你，恭喜！那剑能中？哼，不过是装着引他近身罢了。哼，我还真是小瞧了这殷家女。大娘子，柳氏想侵吞萧家财产，你我2人交好，他定会有所动作。自你入府以来，我们还一直没有好好聊过。萧郎还是有眼光，这孩子，瞧着就水灵。是啊，大娘子谬赞了，晚辈不敢当，只愿尽心侍奉萧家。是个懂事守礼的好孩子。你也别怪萧郎，如今2家都在丧期，婚事不宜操之过急，待这之后再从长计议。全凭大娘子做主。大娘子，大娘子，无妨，老毛病了。城中都传殷娘子极善医术，能否替主母瞧瞧？大娘子，可有腰痛乏力、腹部刺痛，还会食欲不振？之前吃了些药，只是殷娘子可有法子？大娘子，我会尽力一试。但真假，乃是待下病中极难根治之症，非一日之功。大娘子可是要做好长久的准备。那便全赖殷娘子您了。没烫着吧？想什么呢？行会那边查得如何？哦，的确有一笔新的入账。也就是说，药材和归元丹一事，他们都有嫌疑。亦或者，柳氏与行会勾结，打着萧家的名号行事。往后这种粗事之活，交给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你是何时又开始关心我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种活得干。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如何陷害我啊？大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殷娘子，主母吃了你的药不久后，便腹痛如绞，直冒冷汗。怎么会？新月，我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云舟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相信殷娘子定是无心的。云舟，你相信我。大娘子，可否让我上前一探？
姨娘子，你好歹毒的心啊！主母信任你，你却给我们主母下毒。我问你，究竟给他下了什么毒？嬷嬷，你怎么那么肯定是我下的毒？方是你开的，药是你煎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云舟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的药是被不小心打碎的，定是下人的纰漏，或者是有人想加害主母，还妄图嫁祸到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没有啊，云舟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若是医不好，以后你在萧府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定是下人出了纰漏，我是相信你的。此事啊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大娘子心善，不予追究，多谢大娘子。谋害大娘子，嫁祸于他人，此等阴毒之事，岂能就这么算了？云舟说的对，此事关涉大娘子的安危和我的清白与性命，若不能水落石出，今日他能谋害大娘子，明日也只不会害郎君，害不中其他人呢。心愿恳请彻查此事。阿农，彻查今日所有接触过大娘子汤药饮食之人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我萧府兴风作浪。是。好了，我要歇了，你们也早点回各自院里休息吧。是。多谢大娘子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有默契啊。喂，这么冷漠？哎，包手帕好吗？要不找个机会把他单独约出来，就在后山荒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当萧景一是傻的吗？经此一遭，怕是他二人已经怀疑上我了。药材出入可一一看过，每一味药的来源去向可有疏漏？确实查出了一批来源不明、以次充好的药材，已下架封存。郎君真是找了一个好夫人，要不是殷娘子提醒，空酿大祸。往后萧家有殷娘子长眼，必能昌盛安稳。说不定郎君才是那个贤内助呢。殷世峰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站住！客佛见易华夫负伤，在此经过。没找到。走。你当真是在骗我吗？我给你做了一些烫伤膏。你亲自调的？嗯。特地为我调的。喝多少了？
帮我上药。若你父亲还活着，我父亲没死，可我的父亲却死了。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可知殷世峰多次以湖上秘密来往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还知道什么？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。我原以为你的父亲救了我的阿叶，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叫我娶你。我以为我对殷家误会了，一次次的对你心软，为你找借口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殷世峰与胡商多次勾连，原来他的假死就是为了骗取我对你的同情。你们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都是你以为。阿农，把殷娘子带下去，直到她说出实话为止。好生朝歌。听说那郎君见了故人，便把那殷娘子关了起来。与其我们动手，不如从中击破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萧景逸心中这根刺，迟早会变成刀。但是看似郎君并未打算动他，只是软禁。不如再添一把火。我岂会容他搅乱这潭水？去替我送一封信至行会，斩草就要除根。还得等多久啊？大家请稍安勿躁，殷医者或许在路上了。稍等一下。新月今日怎的这个时辰还没来？我在想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这里有些号牌，各位且先拿着，明日凭号牌按序来诊。来，号牌。明日。娘子，我孙女高烧不退，昨夜已抽搐2次，可否提前给看看？实在无能为力，不妨先去找其他医者瞧瞧。苏姐姐，怎么办？你先在这儿守着，我去萧府打探打探。这点小事，难得到我？
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意与我说？说了有用吗？也不能改变什么。你，但我问心无愧。没良心！他需要休息，需要静养。萧郎君不善说谎。这是萧家的家事，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危。无需多虑。他若安好，我自不会插手。如今医馆人满为患，新月若再不现身，人心一散，医馆便撑不起来了。医馆之事暂且可以搁置。昨日新月为你熬制膏药时，我劝他离开萧家这个是非之地。你可知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他想替你守住萧家。我想二位的情分应是经得起风浪的，医馆倾颓尚可重振，错过的良人终成遗憾。言尽于此，望萧郎君好自斟酌。殷娘子呢？不是说好了今日开诊的吗？我妹妹的咳罩昨夜又中了。对呀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殷娘子家中有些急事，今日暂且停诊，我们会尽快恢复出诊。诸位请先回。若有急需，可去仁安堂寻医抓药。怎么好啊这？哎，走吧。今日女科馆还真是热闹，沈大人可真是好福气。只是有时候这风头太盛，怕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会长此话何意啊？难道沈大人不知道您夫人和那殷家女共同开了家女科馆？何况身为女子抛头露面去行医，还办什么女科馆？外人皆道是善举，其实这内里不过是强占货源、聚众敛财罢了。若还不收手，只怕来日御史台的谭章就有递进宫，说您纵容家眷，败坏风气。唉，两位怕是说笑了。内子虽是出生于商贾之家，却是知书达理、贤良淑德，不输任何世家女子。想必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吧？他怎么找来了？你个贱人！我说送去江南的信为何迟迟没有回音？原来你躲在长乐坊里呀！放开我！你这样与那世间莽夫何异？出去了些时日，胆子越发大了。啊！撕开医馆，败坏沈家门风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的仕途都被你毁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与你和离。什么？和离？你可知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我要与你和离。再让你这么下去，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了。跟我回去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事。
沈渊不会善罢甘休，这医馆也未必保得住。我们先想办法让新月脱身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嫂嫂这肌肤气色真是越发亮丽了。这还多亏了殷娘子。只是可惜新月现在自身难保，怕是以后难为阿嫂调理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嫂嫂，实不相瞒，新月这些时日想是和未婚夫君有了摩擦，已经有好几日没有出过门了。还没开门呢。就是。尚书夫人近些日子似乎身体不佳，遣人来府中求取安神方。你们之前见过的呀？嫂嫂的意思是，若能借为他调理之由，或许能让萧郎君松口。我可没这么说，这是你认为的。谢谢嫂嫂指点迷津。你去尚书府递帖子，我再去趟萧府。看来女科馆最近很是清闲。郎君说的对，女科馆确实清冷。可我今日来是为另一事。户部尚书夫人曾经是女科馆的常客，近日她心急隐现，夜间多梦易醒，若不及时调养，恐伤及根本。这与我何干？所以尚书夫人特遣人来请，点名要新月亲自调理。若郎君允她出诊，郎君方才是说好？没错，我正愁见不着户部尚书，正好他前去替我引荐一二。郎君正愁找不到台阶，既然苏娘子这么说，正好顺着台阶下。看来郎君是把我昨日的话听进去了，那便多谢郎君成全。你什么时候能改了这嘴快的臭毛病？你说，尚书大人与萧伯父的死有关？此前一直找不到新的线索。父亲临走之前，尚书大人曾遗嘱他追查什么事，所以我想与他见一面。我帮你。这么干脆？若不查清萧伯父的死因，怎能还我阿叶的清白？尚书夫人生性多疑，又阴晴不定的，若是治不好，反而会被视为江湖骗子。女科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名声也会被破坏，还可能送上性命。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怕的话就不要治病，就不要救人。我身为医者，若因自身安危就袖手旁观、畏首畏尾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再说，他若是敢害我，你就将我劫走。是你太天真，还是太看得起我？我是真天真，也是真看得起你。以后好好说话。哦，郎君已经查到了，与殷世峰交易的湖上首领叫苏尔曼。女科馆刚开没多久，郎君和殷娘子假扮夫妻去明月楼救过林娘子。是他？
萧兄，上座。来来来，相聊甚欢啊！嘿，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从郎主的房间出来？我走错了。你胸中是何物？我说了，我只是走错了。走错？你以为我这么好糊弄？你想怎么样？把你怀里的东西交出来，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萧兄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看看啊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走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快点！住手！不得无礼。郎主，怎么回事？刚才看到他偷偷摸摸的从你的房间里出来，你亲眼看见了吗？哼，这里只有一个房间，你还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阿农，怎么回事？回禀郎君，属下找错了房间。胡说！他在说谎。你胸口的东西是什么？肯定是从郎主的房间里偷出来的。哎呀，萧郎君，你此次前来与我合作，我敬的就是你是长安城中有名的富商。但现在看来，你好像对我另有所图啊。苏兄此言是不信任我了？哎，萧郎君，此言差矣，这说的是哪儿的话？萧兄，你若以诚相待之我，我绝对以诚回报于你。让你的兄弟把胸口那信纸拿出来，咱们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苏兄倒是谨慎的很呢，也不怕伤了和气。萧郎君，你若如此等小事都不愿配合的话，你叫我如何安心与你合作呀？没想到苏兄的眼里，我们萧家这么不值一提。阿农，误会了，这信中所提的都是此次我想跟萧兄商讨的事儿。哎呀，误会了，误会了呀！我诚心诚意待你为上宾，提前拟好了合作细节。是，为了此次合作，不惜让利3成，没想到却换来如此的猜忌。别，萧兄，哎呀，是我的错。我呀太紧张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呀。这样，咱们呀回下家，有酒有肉，有娘子相伴。我让我的人向你的人道歉，好不好？不必了。今日此桩，怕是再难合作。哎呀，别！哎，萧兄，你们中原有句话叫“不打不相识”，你放心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不信任的事情了。咱们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！啊，也罢。苏兄，可要好好检查检查房间内，以免以后丢东西再找我萧家。不，放心吧，萧兄，以后这等事情再无可能了。你就是我就是你，咱们如亲兄弟一般啊！雅典请，走。哎呀，走吧！闻着像是波斯的香料。夫人这病来的凶险，怕是不治之症。殷娘子可是觉得太医此话有何不妥？
儿还未诊脉，不敢妄言。只是仅凭丝线隔帘探查，便断作不治之症，未免太草率了些。那既然来了，便上前来诊治吧。宋太医。夫人可否一观舌苔？可否再让我一探眼睑？得寸进尺。夫人莫怪，只是悬丝诊脉，格杀望气，虽是规矩，但儿已以女子之身进了夫人身侧，自是要看得更加仔细些，方能不负夫人信任。你小女子倒是挺有胆识。那说说，都看出些什么了？夫人每至子时，必心悸难寐，伴手足发麻。晨起时，夫人会头晕目眩，恶心欲呕，还会食不知味。那依殷娘子而言，该如何医治呢？现下只能断症，还需夫人让我能查看下府中水土与夫人的饮食起居，方能辨明病因，还望夫人准许。去吧。你可知这花有多名贵？娘子莫惊，我只是奉夫人之命查验这府中状况，恐怕影响药效。娘子可知这紫色灰烬为何物啊？不知道。要是不会治，就赶紧走，莫要在这府中搅浑水。娘子这手指颜色似乎和这香灰颜色如出一辙啊！我每日照料这些花，手指染了颜色有何稀奇？娘子啊，你说这夫人房中的熏香会不会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？你日日与她为伴，可有不适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若是寻常熏香，与其他草木灰烬倾倒出府便是，却特地寻了一处僻静角落，将这紫灰掩埋于花下，掩人耳目。我不知道。娘子这些时日可如夫人一般，头晕心悸，夜间多梦。若再不说，待夫人药石无灵，你便会随她入黄泉。这香可是来自波斯？这我不清楚。用了多久？为何要用？3月前，夫人因为小产，日日梦魇，不知从哪儿得的这香，分知可安神定魂，具有奇效。可是后来见夫人日日离不得这香，便让你中途换了它。此后，夫人便日渐虚弱，神志昏沉，淤毒侵脉而不自知。谁命你这么做的？我不能说，若是泄露了半句，全家性命难保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
今日子时，夫人若再心悸，可命侍女开窗，辅佐3息，明日便可见效。这大唐最好的医者都在太医署。姐姐这病拖了如此之久，怎的能让一个不知打哪来的胡乱诊治？可儿刚以为夫人失真，若是现在换了医者，需撤熏重新引气，否则反伤元气。此香是姐姐难得求来的，安神定魄，怎可轻易撤去？你一介女流，也敢妄言医理？他诊脉说的丝毫未差，你懂什么？有事吗？没事便退下吧。是。针灸服以草药，3日便可见效。那就依你所言。夫人，这熏香虽然名贵，却是引病之因，切记不可再点了。那若这3日，若3日后没有见起色，儿必当亲自领罪。只是这上书，你说，只是这3日，若是有人对夫人的饮食起居动手脚，比如这位嬷嬷，奴冤枉，奴不敢。但是这位来历不明的娘子，怕治不好您，在血口喷人呐！儿没有妄言。夫人舌紫黑，为淤毒内蕴，理应脉沉涩，而非服乱。2者相悖，必有隐情。病症正是这香所致的。放肆！你当自己是何人？竟然离间我府中上下！我只是病弱，上长钟溃，岂容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？夫人明鉴，儿只是不愿见世间女子现病痛而不作为。儿知深宅后院风起云涌，难辨忠奸，而前来只是为了一句养旨。罢了，今日当你没来过吧。送客。这夫人这高烧来势凶险，脉象符数又兼有沾语，可确实找不到病因。老夫不敢轻易下药啊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烧坏身子？去找医者。夫人，医者。脉象虽乱，却不失根底。此症看似高热沾雨，实为淤毒内攻，阻塞心窍。住手！你来路不明，擅自施阵，拦住他！留闪失给我过来！你们竟敢在尚书府中行此悖逆之事！我打朝廷命官，现是尚书府中女眷，你们有几个脑袋能掉？若再不施救，恐伤及根本。夫人，分明是风热入淫，你不明缘由，怎可妄自施针呐？你们2人少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！滚！事急从权，还望夫人饶恕尔等越矩行为。都起来吧。姨娘子，来我身边坐下。姨娘子啊，没想到你这身边还有侍卫。妾的。也是有勇有谋，有胆识，有医术。
唉，可惜是个女子啊。心智与才选，从来都不在群差与官带之间。夫人亦是女子，亦能执掌辅政，明辨是非。好一张巧嘴！那日后我的身体便交于你了。下毒之人，应该就是尚书府的周小娘。燕哥说这香料来自波斯，但不知来处。你且替我查一查。这护视器和运输器是我从苏尔曼手中拿到的。苏尔曼？没错，你见过的。那天林娘子差点死于他手。原来我离他那么近。郎君，进。查到了，香料是阿伯香，出自波斯，与尚书夫人用的香料同源位似，但不同的是，含有一种名为甘露蜜之物，可致人神思恍惚、心悸难眠，与夫人病症分毫不差。可是与苏尔曼有关？正是，苏尔曼已离城，但随从被拘，招认此香料是由他给周小娘的，背后牵连尚不知深浅。这苏尔曼为何要对尚书府下手？或许这一切，只有见到了尚书大人，才会有答案。亦或许，这背后还有别的势力。假如……你是想说，假如是我阿耶设计假死布局的这一切？我是说，假如若不是这一切的背后早已有人布局，何以至此？你既知他未死，就没想过这局棋早就已经布下了。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，你阿耶杀人了还假死，你会信吗？都是因为你，我的虔诚，我苦心经营的一切才会毁于一旦。自以为救世济人，须不知祸从口出。秦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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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叫全城的阴者来！哎呦！啊！萧云舟，意外，真的是意外。你哪一次不是意外？你先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，看看。书衣。学令有言，妇人学业，唯限闺门之内。你倒好，偏喜这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。男子可玩，女子为何不可玩？我不但要学，我还要学通经义、律法、算术，总之就是哪一门都不落于人后。好。请待。我阿爷来了，你快走，别被王爷发现。你依旧倔强如初，可你我之间，却早已不似当年那般莽撞。你醒了？你没看见吗？你昏迷了3天3夜，香儿匕首为上级脏腑，但需要静养1月。
我自己来。来，我得走了。尚书夫人还等着我去为她针灸呢，医馆离了我也不行，我岂能在此安卧？这天下医者何止千万，你若不自爱，倒不如我亲手关了这医馆。心月，方便进来吗？快进来吧，苏姐姐，燕哥。心月，他怎么生气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莫不是因你不爱惜自己，才如此动怒？他动不动怒，与我何干？这次你就听他的吧，医馆自有我们二人照看。你如今这般，便是连针都拿不稳，又如何为尚书夫人施针？苏姐姐，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？没有，他还活着。萧景逸亲自将他一路抱回了房间。多晒晒太阳，有助于恢复。我自己可以，你实在不必。既然平安回家了，往后不可再离开我的视线。家。烫。凉了。那你睡一会儿，看好他。是。你们家郎君吃错药啦？娘子不知，郎君守了您整整3日3夜，一刻也不曾合眼。您看那汤药，不都是亲口试过温度才喂给您的吗？郎君一向最是清冷自持，从不为谁牵动情绪。若不是因为娘子，他怎会放下对殷家的旧约啊？当年我失约后，我听闻他命悬一线。是啊，那日郎君在曲江池边等了您整整1日，后来不知怎的落了水。打那之后，郎君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娘子可真要多心疼心疼我们郎君。我是让你看着他，没让你当说书先生，你说是不是阿奴？是。睡会儿吧。苏姐姐，心月一时也回不来，不如我们先寻一位医者来应急，这样也能分担心月的压力。这世间，你又哪能寻得第2个能看带下病的女医者？寻不得女医，男医不行吗？女子患疾乃是私隐，又岂能让男子近身问诊？一些寻常病症未必需要近身。女科馆停诊，你让那些苦等求医的妇人又要何去何从？纵是男子，若是能手理持重，医术精湛，又有何不可？
此事还是要问问新月的意思。若有医者来，可问他3个问题。手怎么这么凉？这些男医，娘子患疾，又以夫命为先，人都要断气了，还谈什么夫命啊？若世间疾苦全因礼教为枷锁，那与见死不救何异？请坐。若欲疑妇人，月事不准，或前或后，伴腰腹冷痛，须先辨何症，后须用何法？变为寒凝血瘀症，可用温经汤加减温通包公，散寒活血；若兼乏力，加黄芪补气，助气血运行。宜孕4月妇人，小腹坠痛，不敢告知家人，该如何安抚？如何诊查呢？多是胎气渐长，气血略滞所致，非必急症。诊脉时取格纱脉诊，询问起居饮食，望舌苔，观面色。若诊出胎气不安，又会如何与他的家人沟通？就说胎气略有虚浮，是孕期常见情况，可能是因为近日劳累或受凉。开一副安胎饮，许卧床静养。欢迎加入女科馆，敢问郎君姓名？加入女科馆？不是你来应征的吗？在下司向庭，家父收人钱财，于仁安堂闹事，还诬陷殷娘子医术不精，逼得殷娘子以身试药，实乃昧信之举。我在外游学未察，近日得知此番，特来登门谢罪。那你刚回答的那么详尽，因为娘子问我了。不是你坐这儿了吗？不是娘子让我坐下的吗？不知此人是真傻的可爱，还是聪慧过人，故作迟钝？可惜，不知郎君。我愿留下。如此甚好，我们必对郎君以诚相待。月事或隔3月，或旬日即至，伴胸胁胀痛。江南女子多劳作，气血流通，可服用逍遥散，疏肝解郁。但长安女子多居深宅，虽无饥寒，却有郁热内蕴之弊，需换用郁金3钱，既行气又凉血，再添女贞子，滋肝肾。司郎君不愧是四处游学的医者，妙啊！我不过是爱到处跑，学的东西杂了些。没想到燕哥还这么好学。夫人，别来无恙。你们干嘛？放手！你们干嘛？哎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要和你和理。和理？哼，你可知自己是谁的人？这身主母的衣裳穿得可脱不得。今日我若不带人走，那明日便被整个长安笑掉大牙。你休想再碰我一根手指！我苏影宁死都不会跟你回那个火坑。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好啊，那我便砸了你这医馆，
看你还拿什么嚣张！动手，给我砸！不要！住手！圣人脚下，已经行此暴行，当场没人管了。废话，给我打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不要打他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够了！我跟你回去。不可以，苏姐姐，他狠毒成性，现在跟他走就是自投罗网。倒是把你忘了，上次就是你在巷子里暗算我，把他们俩一起带走。你们，慢点。云昭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好。你还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夫人，儿有一事相求。说来听听。沈园带人砸了我的医馆，掳走了我的好姐妹苏姐姐与燕哥，求夫人出手相助。此事牵连官员众多，我为何要助你呢？若我说我能助夫人将下毒之人处理掉，夫人可否出手一救？你倒是说说这一把匕首如何揭露真相呢？还请夫人带周小娘来一问便知。可还认得这把匕首？我从未见过这把匕首。这匕首上的花样是江南独有的银鎏金工艺，全长安能有的人家屈指可数。我记得去年你生辰的时候，我记得夫君特意给你定制了一把铁器，好像就是一把匕首。夫人冤枉了，真的不是我。这匕首我已遗失了好些日子了。刚刚还说这匕首不是你的，现在又说丢了。不如带夫人的侍女前来对质，你为何会对我痛下杀手？夫人饶命，是周小娘逼我的。她给了我50两银子，还抓了我阿爷，让我换了您的安神香。你胡说！我何时给过你银子？你这死丫头，血口喷人！你一无娘家财势，二无私有财产，所有的银钱支出皆来自府中。查账，一查便知。夫人，我没有，是姨娘子挑拨离间，她定是记恨我与她有戏，才编造这些谎话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对我痛下杀手，是怕我查出你下毒的真相。你难道忘了那晚你杀我的时候，可是亲口对我说，是我把你的前程给毁了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夫人，我错了，我是被朱友蒙了心，听了他人的挑唆才下毒夺权。我赐姨娘子是怕她揭穿我，在府中待不下去。求夫人看在我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夫人，你下毒谋害主母，持刀伤人，按律处刑，带下去吧。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尚书夫人，锦衣玉食，还有人捧着？我兢兢业业伺候你3年，却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，都是你挡了我的路。夫人好像并不意外。
神府这暗牢只有这一个守卫，一会儿等守卫开门，你就把这些辣椒抹到他眼睛上去，咱们趁机逃出去。有没有人啊？快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啊！来人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苏娘子中毒了，你快来看看！来呀！闹着干什么？苏姐姐，苏姐姐，快来！苏姐姐，快走！苏姐姐，快走！点睛！苏姐姐，快走啊！苏姐姐，苏姐姐，苏姐姐，你先走，找人来救我！走！你快走啊！你快走今日我在此昭告街坊，沈园就是一个丧尽天良、宠妾灭妻、对妻子拳脚相向、这样私自囚禁我女科馆的人。干什么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沈园纵奴行凶，殴打医者，毁我医馆，私自囚禁我女科馆的人。今日若不放人，明日我便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你们沈府是如何为非作歹。一个女流之辈，竟敢在此嚣张！阿郎行事，岂容你质疑？来人，把这疯妇给我轰走！住手！大理寺办案，我看谁敢动他！是啊，这把这事儿说的真的，这可不啊！我管你是谁的夫人，我要你死！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有官府批文吗？这是官员内院，岂是你们随意撒野的地方？苏毅和林彦哥在哪儿？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不计后果，如果你不知道，就给我滚！但如果你知道，不告诉我，耽误了我救人，我就会把你五马分尸，给他们陪葬。在地牢，其他我不知道。带路，押着他。是。沈然他跑不远，必在暗道内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走。慢点。走。你个贱人，还跑！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苏姐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受苦了，来。山道跑了，应该还有别的密道。心月，你的衣服。我没事，走。你怎么了？走吧。心月，心月，心月，心月。
娘子是因患处撕裂，没有及时的处理，导致疮痈脓溃、突发高热，还有什么？娘子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如今之计，只有暂时吊着她的命，就看她能不能挺过这几日了。主母放心，无色无味，断然不会有人察觉。去看看。是。不要，阿姨不要，阿姨。没事，没事。哟，姨娘子身体如何了？心月，心月，医者，医者，快叫医者！云舟，你拿着这个信物去京兆府找我阿兄，让他务必请宫中最好的太医来。怎么了？快去啊！殷娘子命在旦夕，你还在想什么？阿诺，阿大娘子说的错。哎，她一个下人，我阿兄怎会理会？云舟，殷娘子的性命要紧，你快去，快去呀！可否让我一试？不知这位郎君是何高人，如何能信得过你？姨娘子中的是从波斯而来的密毒，寻常医者只能治其表，而我却能治其根。郎君可知男女大防？她可是我未过门的儿媳妇，罔顾礼法，非君子所为吧？大娘子，于某而言，学医之道是为救人，而非害人。我既来了，便没有见死不救之理。好了，若是因为礼法耽误了救治，那才是真正的害人。云舟说的对，那就请医者务必治好我儿媳妇。男女有别，燕哥，你替我行针。可以取针了。郎君可以进来了。3日之内需在此施针，否则恐有性命之忧。每日涂抹，可参与。如今沈园已不足为惧，府中有人照应，二位娘子可暂且留在府中。有二位娘子在侧，她也能开心些。多谢郎君。已经准备了2间厢房，给苏娘子和林娘子歇息。阿农，替我好生照应着。是。郎君，主母有请。大娘子，
你可曾恨过这世道？说不曾是假的。我恨母亲不在身侧，恨命运弄人，恨医术有穷时。可若一味沉溺于恨，便如执刀自枪，伤己最深。你这孩子，打小就懂事，怎么偏偏长大后却倔得不肯饶半分？就算你救了他，又可讨得一点好？学医是为了自渡，救的是眼前性命，渡的是心中执念，何谈讨好？我知你心纯如雪，可雪落深渊，终难久存。这世间暗流汹涌，人心如刀，你又能救他人到几时？此番之事，郎君就不必再掺和了。你醒了，身体可觉得哪里有不适？燕哥和苏姐姐如何了？都已安置妥善，我已让他们在府中住下，不要担心。那医馆呢？新医者可还忙得过来？他们做事妥帖，你放心吧。你没有什么别的想问的吗？我想喝水。好。云州可有受伤？你放心，你呢，安心养病，其余的事有我在呢。来，思君，肠胃可以喂。您是哪不舒服呀？腹痛2日，今日头晕乏力，约是逾期10日为止。那边请。3日后再来，届时拿着号牌寻医医者。好，明白了，多谢。定是苏娘子想出的主意，既减少了窥探隐私的为官之风，也让医馆不至于混乱无序。这可都是那2个年轻人讨论出来的，我就是个边干边学的账房先生。苏姐姐谦虚了。如今殷娘子不在，司郎君担子可重了，这医馆上上下下可指望着您呢。又赞了，司某不敢鞠躬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周小娘在牢里招了吗？是孙嬷嬷指使的。
此前尚书夫人屋中的香料亦是出自他手。看来周小娘是柳氏安排的妻子无疑。仁安堂的长侍，尚书府的二娘子。我这个继母还真是不拘之深呢。归云丹一事后，奴在暗中查探，发现柳氏这些年收拢了不少人心，在各个商行都暗植了不少耳目。看来这场棋局终于到了明处。之前我一直不知你二人父亲的事和护氏有关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沈渊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但我从未想过从前的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一个人若不知棋，便只能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。彼时我还陷在名声和体面的牢笼里，我听到沈渊和总管的谈话。那份护氏暗约，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到。要是被人发现我私吞水银给苏尔曼特权，私相授受，那我们整个沈府就全完了。老西董，老西董，我这就命人去追查暗约的下落。他们上交户部的那份护氏契只是障眼法，实则还有另一份暗约，其中包括为苏尔曼减免关税，并且指定某家商号独家承运，还剥夺了长安世伯的议价权，擅自定价，抽取其中的利润。暗约？殷家的确有漕运的生意啊。萧郎君，有漕运生意的不只是殷家。好了，我就是这么一说而已。这么看来，这份暗约一旦公之于世，沈渊、苏尔曼，还有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人，都会难逃罪责。但这份暗约却被总管弄丢了。沈渊、苏尔曼，你们阿耶，原来冥冥之中，命运早就把我们绑在了一起。一个是那沈渊的夫人，另一个主母绝对想不到，竟然是那明月楼里出了名的继子。今儿个直接把两人领到府里来了，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府里好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这殷娘子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事关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这几日胸口闷得厉害，吃不下饭，连喝口粥治肚子都觉得胀。我还头晕。我家夫君说我过于劳累，可连着息了几日也不见好啊。请娘子张口，让我瞧瞧舌苔。可有胀痛？按下去时是刺痛还是隐痛？那倒也没有。我觉得或许是气血亏虚的厉害。前几日确实如娘子所说，气血亏虚的厉害。不过现在已经大好了。神了！他连这个都能看得出来。有没有可能前几日就是他去萧府救的你？甘拜下风。不敢不敢。况且家父本就有愧于娘子。苏姐姐，你还别说，咱们医馆的医者都神神叨叨的，怪好玩的。倒也不必行此大礼。
往事如烟，何须挂怀？不知令尊现况如何？哦，他还在新赵府关着呢，也算咎由自取。你还挺不容易的。你自幼，阿娘便教导你要端方自持，守礼明义，却没曾想委屈了你。都过去了，这世间风雨，岂是一个女子能独自担得了的？这合离之事，当真无悔？女儿不悔，退无可退，便无需再退。继续苟且于沈园身侧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往后，我宁可直面风雨，也不愿闭眼忍辱。阿娘确实许久也未见你眼里这般有光了，仿佛又回到了你幼时执意要读书写字、学算盘珠的时候，是那般倔强，又那般亲密。我遇见一位奇女子，她与城中的闺秀不同，她不惧人言，立医馆于市井，救死扶伤。虽然偶尔有些大胆，但她让我懂得了，女子并非只能低头行走，亦可立业自强，不必困于庭户。这世间虽险，却也有同行者，如此，阿娘也就放心了。不知阿耶那边，你阿耶虽怒，却非不明之人。这体面的背后多是虚妄，他又怎会不知呢？阿爷阿娘教导你读书识礼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跪着的。既已选择了路，那便大胆走。苏家永远是你坚实的归处。阿娘，萧家虽为商户，但亦需重名声体面。姨娘子此前的女科管已是惹人非议，如今又收留2名这样的女子，岂不更让外人指指点点？说得对啊，是啊。此事我亦为难。姨娘子往后毕竟是萧家的主母，难得有2位闺中密友，我自要成全她这份情谊。这一女既要入我们萧家，那往来何人，自当由我萧家评判。对，此举甚为不妥，速速将此2人遣出府去。2位娘子孤苦无依的，若逐出门外，岂不让外人说萧家刻薄？大娘子糊涂呀！那苏毅乃是西市令之继父，而那林彦哥更是一娼妇，留此2人只会有损家族声誉，污了廷书一世清名。若人人皆以孤苦为由直留萧府，礼法规矩何在？况且如今还未成亲呢，岂能由他任性胡来？我看这政事啊，还需慎重考量。三房公所言极是，礼法自当遵从。可如今姨娘子卧病在床，云州又执意要护他们周全，我身为继母，实在不便强加干涉。此事体大，云州年少不知轻重，大娘子您还不知道吗？此事断不可再拖。若今日纵容，他日家宅不宁，祖宗基业何以守？萧家清誉不容玷污，速将此2人逐出府门，以正视听。既然各位都这么说，那莫不如我们清誉若系于闭目塞听，不过只是虚名而已。2位娘子有伤在身，我若主旨，岂非与市井屠夫无异？流言蜚语一起，你让族中子弟如何自处啊？我可是听闻那苏氏德行有失，背弃夫家，败坏纲常，而那林彦哥是那明月楼的名妓，更是一身的污秽之病。
流言止于智者，行善不因人意而止。西市令以权谋私，中饱私囊，如今已经被全城追捕。苏娘子李府乃为明智，岂是弃妇悖论？林燕歌虽出身于明月楼，遭遇坎坷，然心性高洁，并无染疾之时，反为殷娘子之医馆增添了不少助力。二位娘子暂居府中，礼数自然符合规矩。你护短不过是为他们正名，人言可畏。日后成婚，若让人知晓萧家大娘子与这些女子为伍，岂不沦为笑柄？云州年少心善，各位长辈莫要太过苛责于他。笑柄与否，不在女子出身，而在男子胸襟。父亲教导过，立身以德，不必着浪，方能撑起这一门风骨。若叔伯和三房公是为名声而来，那这萧家的门楣便不必由我来守了。各位，失礼了。你可……我回了一趟苏府，和母亲说了和离之事。你终于想清楚了。我早该明白了，与其在一座金笼里枯萎，不如破风而行。这世上总有人走着不一样的路，是你们让我有了挣脱的勇气。苏姐姐，你其实一直是一团火，之前被风给灭了，如今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。对，说起来意外。母亲竟未责我，反倒支持。这世上哪有母亲想让自己女儿过得不好的，是吧，燕哥？燕哥，我和苏姐姐商量过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脱籍的。他若肯放我，之前也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。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与沈渊有所勾结，如今沈渊在堂，我们有他的把柄，未必不可一试。希望吧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和苏姐姐陪着你呢。我们如今还添了一员大将，那就是云州。说起来，听你一直喊云州，这是萧郎君的表字。其实我们二人自小便相识，只是那时两家是竞争关系，彼此防备，不让我们往来。可那时他为了来寻我，时常从阴府的后院翻过来，但每一次他都跌倒在那道墙底下。我见他那样子太可怜，就给他挖了个狗洞。没想到稳重自持的萧郎君竟还有这样一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两家都在争夺宫室蜜桃，全城匿名竞价。那时我阿爷不知道从哪儿获知了最低价，就竞争到了这桩生意。萧伯父便以为我是有意接近的云州。我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。明日4时，曲江池，我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小娘子，主母她早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娘子是因难产时用皂荚催生导致的产褥热而亡。阿姨，快请别的医者救救娘亲！我那时若是懂些医理，或许我的阿娘就不会走了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也别太责怪自己。你如今这般，伯母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但我终是没能去赴约，母亲尸骨未寒，我亦无心辩解，云州也未曾找过我。你可知白日里
因我二人暂住萧府，萧家众人上门责问，要将我和燕哥赶出府去。竟有这等事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唉，那是因为你的云州郎君扛住了所有的责难，冷着脸一句句驳了回去。你搬进萧府已近半年，可曾想过等丧期一过，与萧郎君完婚？不敢想。我知云州待我如何，但我二人始终忘不掉父辈的恩怨。我现在就只想好好的把我们的医馆发扬光大，帮我阿耶还债，找到我阿耶，和我阿耶一家团聚。各位娘子，今后女科馆将开设验伤道，由我和司医者诊断所有因家暴、毒药、香料所导致的非自然病症，皆可出具验伤凭证。这些凭证由我为大家封存。若有朝一日，娘子需对簿公堂，这便是有力的证据。往后若有娘子受了冤屈，不必隐忍，尽管来女科馆找我们。这一纸凭证或许能为你争一口公道。这世道对女子苛责甚重，但我们绝对不可再轻贱了自己。同时，我们会依旧延续夜诊以及临级，不论贫富，希望我们可以为世间女子创出一方喘息之地。说得好，这人世间的疾苦，除了风寒和湿热，还有人心的幽暗处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无声的伤痛变成有力的反击。我们不仅是医者，更是各位娘子的见证者。我要一个，我也要一个，给我拿一个，我也拿一个，谢谢。夫人的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再继续针灸，日后只需用药食同补之法调养即可。此前我听闻夫人有过小产，不知夫人如今是否还有意在孕育子嗣？殷大夫可有良方？除却药食同补之法，我还可为夫人调制馨香，多管齐下，调理得当，年内有望。只是需记大喜大怒。那若殷娘子若能让尚书府添上子嗣，那往后这女科馆，贵女必是络绎不绝呀。不过此香需针对个人体质，夫人与尚书大人同寝共眠。只是怕尚书大人会受影响，所以我还需给尚书大人把脉，才能调制出契合您夫妻二人体质的香。甚好，那便拔。听内子说，你能让尚书府诞下嫡子？大人肾气健旺，生朗气足，可见肺气宣畅，日后教养幼子也有足够的精力。老爷，甚好，甚好啊！可依旧有心悸失眠、精神倦怠之时。没错。大人可知，思则气结，思虑过度，先伤脾胃，脾伤日久，又耗伤心血，故心悸失眠，精神倦怠。想来大人必然是忧思过度，宜静心调养，忌怒忧。在其位谋其政啊，我是身不由己啊。大人忧虑之事，或可从长计议，亦或结志同道合之友，共谋良策。看来殷娘子是深知我的内心忧患呐。
看来不知不觉中，我成了殷娘子的棋子。儿不敢有欺瞒，志相为真，想为大人解忧，亦为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儿名殷新月，家父殷世峰。来人，送客。潘羽一事牵连甚广，我阿爷直到现在都还是下落不明。殷家何尝不是深陷泥沼？大人只见一人，就可知儿非是想行对大人不利之事，只想为我阿爷证明清白。此人是何人？萧廷书之子，萧景逸。他父死于殷家之手，难道他会帮你吗？儿知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殷家，但真相往往藏于表象之外。儿已掌握一些线索，足以证明这些事情还有别的可能性。他现在何处？老爷，我身体有感不适，就先行退下了。好，夫人下去歇息吧。此护视器与交由户部的一模一样，这上面的签押，你是否看过？儿见过，但上面的签押并非是我阿爷所签，上面的字迹笔锋迟滞，墨色浮于纸面，显系模仿之迹，且印泥色泽鲜亮，一看便不是旧物。大家都知道，我阿爷早在半年之前便已经失踪了，怎会在数月之后签署此契？某也一直没有明白，但某的确见过殷世峰。何时何地？可有留下讯息？后来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至今未曾寻到下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是以假死来推脱罪责，这运输器是他在故弄玄虚，以此来制造被人陷害的假象？那只是他的推测。若我阿耶设计假死，那他为何不现身澄清？大人明鉴，若我阿耶要推脱罪责，那他何须留下如此破绽？想必是那模仿者急于立正，露出了马脚。你说见过我阿耶，只是形貌相似，却未必是我阿耶。若他还活着，他怎会留你独自一人在长安？若他死了，怎会至今都找不到尸骨？除非他想以假死来脱身。我不知道。沈园和苏尔曼的背后，必定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，操纵着这盘棋局，至今还未露面。如果现在将两人抓捕的话，所有的线索都将会中断。某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特来请示大人，是否由我二人暗中继续调查，还是将两人抓捕，移交大理寺审理？你们可曾想过，这殷世峰在这护士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？此器虽然是假的，但若没了他，这护士一环中可是缺失了什么？运输？某清楚应该怎么做了。多谢大人解惑。这些证据我会上交大理寺，但是目前不能声张，因为牵扯面太广，要以静制动。许诺。大人可曾收到过萧伯父送来的求援信件？从未收到过。还有什么隐情吗？儿没有了，只是儿的痴心妄念罢了。哎，就是他开的那个女科馆，是给武器看着的那个医馆。对，哎呦，那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
哎呀，接待过多少男人了，怕是那医馆也干净不了啊。听说啊，还让那个歌姬参与经营呢。哎呀，什么专给娘子治病的医馆？我看怕是专治那些见不得人的病了吧？说什么呢？有病就去治，没病别少嚼舌根。我们说的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吗？朝廷有律，贱籍不能自由赎身和参与经营，更何况是那明月楼的头牌。哎，半点朱唇，万人尝。就是谁不知道啊？还开在咱们长乐坊，这不是给咱们招晦气吗？你我都各有要事，莫因这些闲言乱了心神。可惜这医馆只能治病，治不了你们这肮脏的心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是装什么清高？燕哥，你这是……苏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一开始就不该留在这儿。日后我不在，还望你保重，莫要让浊流伤及自身。女科馆若能存续，便是娘子们的福气。说走就走，可曾问过我的想法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要一起挣脱这世俗的枷锁。他说不想害了女科馆。若女科馆因为流言蜚语而倒下，岂不就成全了那一帮有意乱嚼舌根的嘴？难道你想让他们得意吗？这些传闻与你无关，无风不起浪。你在女科馆中待了许久，现在突然传出来这些，定是有心之人拿你的身份来做此文章。天下之大，哪里都有风雨，与挚友一起共度，风雨才不至于凉了人心。燕哥，女科馆需要你。还以为你真没了呢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真是让我好生心疼了一番。你知道你害我少赚了多少钱吗？竟敢联合外人欺瞒我！我劝妈妈好自为之。你协助沈园私通外邦，窃取税银，扰乱霍氏秩序，本就难逃同责之罪。说是我有什么差池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轮得到你教我怎么做事？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呀？不过是个任人玩弄、秦楼楚馆里卖笑的贱籍女子。明日就算你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这世间又有谁会给你出头啊？住手！我给他出头。思君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他们做事不计后果，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你赶紧走啊！我不走，我若走了，谁来替你讨这公道？一个穷小子也敢坏我事，给我打！是。住手！又是冲我了！夏婷，夏婷，你们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放开我！
你们住手！司香亭，司香亭，住手！保姆呢？保姆在哪儿？看住他们，跟我走。司君，这是怎么？所有人原地等候问讯，不得擅离现场。违者，以同罪相论。这明月楼可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也不看看老娘背后是谁。大理寺奉旨办案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正好一同查处。司香亭，燕哥，我给你送吧。大理寺，你说这个，你们是来查沈园护氏一事的？护氏一案牵扯税银，西施令更涉及命案，自然移交大理寺处理。你替沈园和苏尔曼遮掩罪行一事，同罪相论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来人，将他带走。等，我愿供出我所知道的一切，能否匿名？只要保我性命，我什么都能交代。我还有证据，我这就去取。封锁前后门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什么声音啊？这是？这么大动静。追！雪芝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红麻饼、鼓楼子，还有透花瓷，都热着呢。妈妈死了，我算不算间接为你报了仇？你在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，下辈子别再做武妻了，也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姐妹。若有来生，希望你生在树下门第，窗下读书，院中赏花，平安终老。方才在门口捡到的。殷管家，这信上的内容是否属实？此信乃阿郎亲笔所书，信中内容皆为事实啊！我若是不信呢？是萧郎君你们找上的我。郎君若是不信，我离开便是。站住！你细说说。此前，萧阿郎因税银丢失案而查到了护氏之事，他打算接近阿郎，借机探查殷家商队和萨罗商团往来账务。我们两家虽有多年积怨，但彼此尚能守住良善。此次并非我情愿，
实在是萧兄所查之事，实在牵扯太多。他这么想查护氏之事，那我们就帮帮他，带他去番禺，速将此信送去番禺。可谁料这一去竟是永别。阿郎本欲在番禺设局，却突遇山匪，乱箭之下，伤对尽数覆灭。我们被山匪逼到悬崖边，无处可逃。我装死逃过一劫。阿郎，阿郎！哎呦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娘子还等着你回去呢。那一日，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。那他殷世芳为何要这么做？那苏尔曼不讲信用，此前几次运输货物，一直不予结款。那人力、物力、通行税、码头税各种费用，可都是钱呐。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钱在身边呀？几批货物均是阿郎垫付，竟欠下一屁股的债务。英雄啊，此前欠你的银两，我们萨罗商团还无偿还之力，还望英雄能再宽限宽限啊！宽限？我殷家3代经商，从未拖欠过1文税款。如今为你萨罗垫付的银钱已逾10万两，码头、关税、人力皆由我独担。你一句萨无力，便想推脱？英雄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放心，此次番禺地区的香料运输，非你英雄莫属。欠你的银两，只管在护市里头找补便是。此次护市交易的营收中，30%利给英雄，够填此前亏空。只要此次你将萧廷书带到番禺，他区区一个商人，本来这户部查账之事就不该插手。如果他识相，他自会闭嘴；若不识相，我也会让他闭嘴。那我阿爷为什么还要让我取阴心愿？萧阿郎之所以还能活着回到长安，全靠的是阿郎的舍命相救啊！那日阿郎本可以逃走，却又折返救你父亲，替他挡下3箭，让他有机可逃。只是萧阿郎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本就是阿郎的计划，只不过将自己也折在其中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回去救阿爷？因为小娘子是他唯一的软肋呀。即便他回到了长安，亦是一身的负债呀。但他若救了萧阿郎，他便能以恩人之名，光明正大的将小娘子嫁入萧家，保全女儿终身呐。好，他算准了生死，算准了人心，连自己的命都敢搭进去，只为换取自己女儿的一世安稳。好一个慈父！郎君，阿奴，今日之事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半句。是。送客。给大娘子请安。殷娘子来了，坐吧。今日怎的不去医馆，想起来给我请安了？大娘子，您莫怪，这几日我这医馆繁忙得很，我这心里又时刻惦记着您的救急，还特意寻了一些古方，赶紧给您送来了。真是有孝心。云舟，你看看你未来的妻子，可比你对我上心多了。积年成科，非是那1、2味药材可以除尽的。这种事情急不得，万一不慎伤及根本，这可麻烦得很。有些人啊，不懂医理，只凭一腔愚孝，这才导致了大娘子的病情被拖延。医道
讲的就是对症下药，阴阳调和。我自是不会让药石伤了大娘子的身子。这方子啊，我已斟酌再三，皆是循序渐进、温和调理之品。今日你二人怎么了？怎能好似吃了火药？话里带刺。大娘子莫怪，大娘子，因如今这真假之争，最忌讳的就是急怒。我怎会因为这些和萧郎君在这儿起争执呢？昨夜下了大雨，我医馆的药材都被打湿了，就先行退下了。还盼大娘子早日安康，萧郎君也少些忧虑，萧府上下得一些安宁。那是自然。你二人可是吵架了？无妨。这丧期马上就过了，你们的婚事也马上就要提上日程了，你怎还如此小孩心细，与小娘子怄气？婚事自有父亲生前嘱咐，一切但凭大娘子做主。云州便也先行告退了。看来主母的计谋已初见成效，殷娘子步步为营，言语间既显孝心，又暗藏锋芒，这分明是防着郎君。这郎君呀，亦不似前几日那般殷勤亲近，反倒生出几分疏离戒备。哼，这殷新月越是周全得体，越显得刻意经营。再说我那个继子心思深沉，从不轻易表露喜恶。他今日这般冷淡，似乎并不是对殷希月失了心意，反倒是像在试探。主母是觉得他二人是故意在做戏，一个佯装贤淑，一个故作疏离，实则暗中联手，试探您的反应。难道真如您所疑，他二人是否已察觉了蛛丝马迹？若他二人当真联手做戏，不可轻断。原本殷希月离府，萧景一听我的安排，娶了柳家的嫡女，便可相安无事。可他二人偏要查这查那儿，那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主母明智，谋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自是当断则断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之前主母让您挑拨他二人的关系，您做的一切，主母很不满意。这是阿爷的，我找遍了阿爷的遗物，没想到竟然在大娘子那儿。主母的意思是物归原主，还请郎君啊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郎君好自为之吧，这一切的受益者可是您呐。就是啊，这个什么女科管来历不明，既无官府批文，又无行医文书，分明是聚众行骗。前日我家婆娘来此抓药，府后上吐下泻，险些丧命。我家小女儿就是吃了他开的药，夜里高热不止，险些烧坏了脑子。这等庸医留着迟早害更多人，还开什么夜商档？谁知道他们开的凭证是真是假？怕不是在背地里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陷害各家郎君。二位，你们所言关乎人命，敢问是否还存留药方？交由官府，请他们彻查。你这小娘子，都说了人上吐下泻，躺在家中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难不成你还非要我将人抬来才能证明？就是，
你这女科管在长乐坊，谁不知道？坏事频出。昨日我还看见有人捧着药包哭嚎，说吃了根本没用，反倒腹痛难忍。大人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盼官府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们百姓一个公道。你的医术我们自然知晓，但尚书大人为确保女科管符合律例，必须走个程序。来呀，核对药材药渣，清点一应用具，封存坊间，不得遗漏。若发现私换药材、篡改一案者，当场拘押。一切流程清晰，药材来源明晰，坊间无伪，药渣留存完整，监制合规。尔等所诉腹痛之症，或因个体疏异，非药之故，亦非医之失。女科管救治过不少人，岂容轻毁？若皆以口舌定罪，医道何存？今日查其无误，望诸位慎言明察，切不可使人心蒙尘。且慢。为保方氏清净，应更仔细查清女科管之所行是否合法合规。官爷如此匆匆了事，莫非另有隐情？该查的都已查过了。听闻此前殷娘子频繁出入尚书府，莫不是与尚书府有所勾结，借医行私？大胆！竟敢当众诋毁朝廷命官，与医患清誉，该当何罪？殷娘子行医济世，药方公开可查，何来勾连之说？若你执意挑衅绿法，便随我去府衙辩明。官爷恕罪，我只是担忧，私人药方流行，又无官方审验，未经批准即行施治，何以以人命为儿戏？身为女人，亦恐良家妇女之名誉受损，还请官爷谨慎处置。女子名节关乎一生清白，官爷放心，女科管所用皆凭官册采买，每一批皆有印单可查。我们愿交出全部的采买文书和医案，请户部太医署共验真伪，一查到底，还医者清白，也还百姓安心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该查验女科管药物所用是否与医案不属实，又是否掺假，或者以次充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查便查，横竖清者自清。来人，把刚才没查过、没搜过的全部彻查一遍。是砒霜。砒霜？那不是毒药吗？砒霜可是剧毒，须经官府备案，私藏可是重罪。肃静！殷娘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这砒霜非属我管内，若是我管中的，根本不必藏于底层暗格，定是有人蓄意栽赃陷害我的。这么说，你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将女科管查封，相关人员一并带往府衙候审。官爷，此事不仅是商户信息不明这么简单，已经牵扯到私藏剧毒，是否应移交京兆府审理呀？带走，押往京兆府。官爷，这女科管乃我个人经营，与旁人无关，要押就押我。郎君，医馆之事恐有蹊跷，是否要奴去查明真相？不必了。娘子如今被关在京兆府大牢，是否去打点一二？我说了，不必了。殷娘子是无辜的，殷世峰之事或许其中另有隐情。阿农，是，郎君自有决断，是奴多嘴了。殷新月私藏禁止物品，证据确凿，因暂无人员伤亡，一律杖刑80，没收药物，吊销个人市籍，永不许执业。行刑。
我问心无愧，天地可鉴。若有一日此事查明真相，我乃清白之人。不知你们京兆府该如何自处？娘子若能活着出去，好好做人，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你知道我父亲怎么了？犯人既死不悔改，就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心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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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啊！麻烦牢头将这牢门打开。能让你们探视，已是通融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过是30大板便晕了过去，等他好了，还有50大板呢。一个娘子，80丈，你们要他的命吗？劳烦阿兄再通融通融，不够的话，我明天再差人过来。记得明天来的时候带够了银钱，探视完了赶紧滚蛋，莫要连累旁人。心月，心月，心月，我们来了，你快醒醒！心月，醒醒！你们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都是滋补养生的，你一定要撑过去，我们定会查明真相的。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尽早出来。多谢死郎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父亲也被关在这京兆府，可有去探视过他？半月前，他已被放回了家。我恐他又惹出是非，也让人遣他回了老家。心月，怎么了？苏姐姐，你何时与我说话这般扭捏了？今日你被关入京兆府后，我便立即去找萧郎君帮忙。可那厮不知怎么，听说你的事与他无关，还将我2人赶出了府。各自清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再说了，我和他本就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将他牵连其中啊？可要不是他，你怎会受这般苦楚啊？哎，你真的好痛啊！这张行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啊。去吧。你说过，只是让女科管停业，将她赶出萧府，为何要将她送入大牢，赶尽杀绝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如何遭得住那牢里的酷刑？石安怎会变得如此冲动啊？婊子过于亲昵，大娘子还是叫我思香亭便好。私禁物本就是重罪，若是不小心毒死了人，那可就是死刑。若不是看你怜他无辜，我才不会留他一条贱命。你如此狠绝，就为了保住你在萧府内的权势？你错了，石安，我所做一切都是在替你扫除障碍，免他日后害了你的前程。我无需你这般费心，更不愿以无辜者之苦不救前程。大娘子还是将心思用在正途上，莫要再行这等诛心之事。
你父亲把你教导的过于良善，只是这世道，岂是良善就能苟活的？你竟也如他一般，愚忠愚善，不懂权柄之厉害。当年他若肯为我多争半分，我又何故诸多筹谋？父亲一生清正，不争权夺利，却活得坦荡磊落。你深谋远虑又如何？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困于深宅，无人真心以待，只能守着这些名利钱财，孤寡而终的怨妇。放肆！我费尽心思，机关算计，都是为了谁？想当年，我为你父亲铺好了进太医署的路，可他呢，偏要假模假样，说什么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，不愿参与宫中纷争。如今呢，连一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，尸骨冷于荒冢，无人祭扫。石安，你也想这样？想让你今后的孩子也这样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娘子的好，我承受不起。今夜前来，并非与大娘子论道，而是想问大娘子，要如何才能放了一娘子？他们按律办事，我一个困于深宅的妇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去干预这牢狱之事？掌管监狱的法曹参军乃是大娘子的胞兄，若不是他，怎会人刚抓去就被立刻扣了名目行刑？我不过一介女流，兄长行事岂能由我左右？你若真想救一娘子，便直接去找他，找我做事。孙嬷嬷，我乏了，送客。郎君，请吧。记得走后门。请。老君，思夏庭离开了。退下吧。我知道了。听说姨娘子被罚了80掌，今日被打晕过去了。郎君，你的手。我说了，退下。是。我还以为你不管我了呢。此去番禺将在商州转为陆路，届时可在商州将萧家商队尽数截杀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还也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还不肯承认？叶心月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敢说这上面的字迹和印章不是出自于他之手？是，但我阿爷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山匪，这一定是伪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我没有骗你。这半年来，你一次次替他辩解，我一次次的心软。我没有骗你，现在是，从前亦是。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
我都不会再相信。有一件事，你们所有人都搞错了，不是我阿爷找的萧伯父，是萧伯父找的我阿爷。自我阿娘走后，我阿爷不敢做任何一件冒险的事情，他生怕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。他这么怕死的一个人，若不是因为萧伯父多次以大义相劝，他怎么会做如此涉险之事？如今落得一个下落不明、名声尽毁的下场。殷家所有的房契、地契、田契都在这儿了。英雄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若不是萧兄几次相劝，我这一介商贾实不该插手这等朝堂机密。但既已答应你，我便不会再退。苏尔曼对我知根知底，若我此行暴露，他必先对我动手。届时，还请令郎照顾萧女。唉，本以为查到苏尔曼便可做个了结，没想到竟牵扯出护氏背后如此多的内幕。这护氏贪腐案背后势力盘根错节，若不肃清，这市长迟早沦为权贵分食民脂的土壤。所以只好累得英兄陪我走这一趟了。萧兄言重了，我殷世峰虽为商贾，却也知国家大义。英兄放心，我已向尚书大人禀明，到时候京兆府会派人悄悄潜在萧家商队，护我们周全。或许英兄今日担忧之事根本不会发生，到时这些契书还得物归原主啊。可那日尚书大人说，他从未收到过书信。那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不说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又徒添一些猜忌。况且7年前我10月后去找过你，闭门不见。如今亦是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。你听我说，郎君有真的相信过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阿爷杀人了还假死，你信吗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阿爷，我拿什么来证明我自己？凭我孤苦无依一个人吗？还是凭我们7年前的情谊？多谢郎君肯听我说完这番话。7年前，你我各执一端，现如今又因为这些事伤透了彼此的心。如今我只愿沉冤得雪，不负我阿爷，亦不负萧伯父那句家国大义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新月是被人陷害的，砒霜一事纯属子虚乌有。京兆府还未查清真相，便将人定罪，动用重刑。若朕由偏见蒙蔽公理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若律法失了公道，权势压倒良知，
今日是殷娘子，明日便是你我。林姑娘所言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真是令我心惊。殷娘子有助于我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愿意联名上书，恳求重审。虽不能保她平安，亦要天下人皆知。只愿青天不灭，沉冤得雪，不负良善之心。在狱中少不了一番打点，这狱主，这怎么能行？若不是他，我至今都不敢素面见人。拿着，务必护他周全。地闪着微光，那些坠落过的梦想，都被拥抱重新点亮。夜再长，不再彷徨，风再狂。我们皆为女子，身处高门，尚有言语之权。若连我们也沉默，那天下女子何处伸冤？你们放心，我儿在刑部当值，若真有冤情，必当秉公处理。有我们在，放心。越嚣张，不再退让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心中的梦不曾遗忘，去点亮彼此。把门给我打开。是，大人。尚书大人，莫动莫动，身上有伤，莫动。不知尚书大人前来有何要事啊？这是金疮药，你拿好，好好养伤。如果还有什么需求，随时可以告诉我，我会让下人准备。多谢尚书大人，民女何德何能，竟让尚书大人如此挂念。你的父亲与萧家在为我查案期间深入虎狼之处，我实在是亏欠你们。殷娘子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从今以后，这牢里没有人再为难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疗伤，在此耐心等候。我先走了。云州可会怪我？大娘子，这是何意啊？夫君的丧期将过，女科馆之事，我本意是想让殷娘子收收心，回来与你完婚。女子嘛，还是该相夫教子，恪守妇道。老是在外面抛头露面，终究不宜长久。只是没想到他会在医馆私藏砒霜。唉。大娘子应是多想了。大娘子为我着想，我怎会怪罪？是那殷氏做事糊涂。莫不是因这事和殷娘子吵架了？哟，那我可真成罪人了。大娘子多心了，我与她没什么可说的。说来，这马上便是中秋了，我那侄女儿往年就是这个时候来这里小住，说是为了探望我，其实啊，都是为了你。此前你阿爷也非常属意她，有意将她许配给你的。大娘子安排几时？云州，虽说你和殷娘子马上就要完婚了，可是，
我那侄女这般喜欢你，想来做个妾室，她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不如你要是不嫌弃，节后便接她进门如何？也算是成全了一番美意呀。我那未婚妻尚在牢中，以后即便是放出来了，也不配进我萧家的门楣。不过，这订婚与退婚，皆需循礼而行，不可操之过急，还需请示三房公和族亲长辈商议，也需禀明宗祠，方可行事。哼，你呀，你总是嘴硬心软。你对他用情至深，怎会说退婚就退婚？哎呀，但这殷氏如今身败名裂，也确实不宜再入高门。萧家的颜面，族中的声誉，终究我是要考量的。萧家虽非名门，亦算是这城中望族，岂能容污点之人玷辱门楣？他因是已经涉案，婚约自当废止。刘表妹向来温婉贤淑，若能进门，也是我萧家之福啊。云州当真如此决绝？茶既然凉了，就不必再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嘿嘿嘿，林娘子，可还满意呀？我真不是一个为了蝇头小利就违背职业操守的人，这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您呢，慢慢吃，慢慢喝啊。那个主管大牢的发草参军已经被抓了，您的案件会重启调查，再也没有人对您动粗了。我相信，等过了这阵风口浪尖的，您呐就出去了。您慢慢吃，慢慢喝，等您吃完了喊我们一声，给您收拾啊。请，慢慢聊，慢慢聊。我们已经联名城中的贵女命妇，为你上书陈情。你的清白迟早昭雪，你且安心住着，莫要担忧外界的蜚语。牢里的一切都打点好了，你安心住着便是。萧郎君准备议亲了。议亲？和谁议亲啊？是柳家的嫡女，城中的人都说这门亲事已经板上钉钉了。也是情有可原，吃饭吧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不是一直想扳倒柳氏吗？如今怎会突然答应这门亲事呢？好了，命运弄人，把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拆散。
苏姐姐，我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。我现在需要你们。还哥，郎君勿恼，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担忧那日你说嫂夫人病情有误诊之余，故想弥补些什么，以尽绵薄。哼，用不着你假好心，滚！还不滚？拿来！你再不拿来，我坏家伙，打死你！不许你欺负苏姐姐！你这个疯女人！快走！看看，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走走。你是谁？在这干什么？郎君忘了我了？那日可是郎君信誓旦旦地说小女儿吃了药，高烧不退。我找满院看了一遍，别说女儿，连个人影都没有呢。想来郎君应该还是孤家寡人一位。你想怎么样？济安药堂，郎君可耳熟？什么药？什么药堂？我不知道。我这个人最讲理，也最懂规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只要郎君如实回答，这钱都是你的。你想问什么？是谁让你去女科馆闹事？我不能说。行啊，那就让官府来问你吧。这钱你也别想要了。哎，别，是济安药堂，有个嬷嬷让我去的，说只要闹一闹就能得到1贯钱，还说只要闹得够大，后续还有重赏。那个嬷嬷长什么样子？叫什么名字？50岁上下吧，还有点胖，身上还总有股佛堂的那个什么香味。香火？对，就是香火。姓孙？这我不知道。行，这贯钱归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钱都是你那同伙的赏钱，看来嬷嬷给他的比给你的多多了。哼！什么？这个臭娘们儿！医闹那几人住的离济安药堂不出2里路，皆是游手好闲之徒，平日靠些杂役糊口。更巧的是，他们都说那嬷嬷身上有香火味。柳氏平日里最喜燃香，她的房中还有祠堂，终日香烟不断。这香味儿有甜香，还有奶香，还夹杂着一些馨香，而且这类香比平常的香烟气要大一些，是安息香。安息香，安息香香味独特，为香中贵品，优先供给皇室、贵族和官员，用剩了
才会在市面上售卖。这价格堪比黄金，只有达官显贵才会用。妈妈遇害那时，她的房中亦有这种奇特的香味。现在想来，会不会也和柳氏有关？白放，沈大人是有何要事要吩咐奴啊？废话，这日子是过够了。到底什么时候安排我出城啊？我沈家世代书香门第，何曾住过这种地方？沈大人稍安勿躁。还有，那胡氏的暗约，如今我已经被全城通缉，我与柳家苏儿们的合作自然不作数了。哼，那个柳氏，别再妄想以此来要挟我，赶紧将那暗约给我毁了，免得让人知道，惹出更多是非。那是自然，沈大人放心，过几日主母便将你送出城去。从保姆那儿拿走的信件，又去了何处？主母的意思是，她与你的通信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没想到啊，沈大人竟然将全部的信件都保留了下来。既然沈大人不义，那就别怪我们不仁了。反正你也不差这一桩罪名了，回去自杀便是你最好的结局。谁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嘘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别去，若是沈渊死在你跟前，你便脱不了干系。这一切都是柳氏的阴谋。新月还在牢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沈渊死掉，更不能让事情的真相就此埋没。对不起，此事我帮不了你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见你一路行迹鬼鬼祟祟，便悄悄跟来。见你在这院外徘徊，料想肯定有事发生。燕哥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想护你周全。你担心我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沈渊知道的太多，要尽快找到他。奴明白。都说说吧，
我早便说过，那殷家女行事莽撞，配不上我萧家门楣，解除婚约是迟早的事。柳家嫡女知书达理，如此，我们与柳家亲上加亲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姻缘。今日我亦有事在族亲长辈面前禀明。三房公可还记得7年前我在曲江河畔意外落水，险些丧命之事吗？当时我以为那人是受了清代之事。殷娘子说了，你已经没有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落水不是意外啊？直到多日前我才知道，清代当时因为母亲病故，根本无暇顾及我的事情。此物品是我当年在曲江湖畔捡到的，一直查不出来历。后来我查了大娘子的陪嫁单，才知道这是大娘子的陪嫁物品。原来早在7年前，你就意图谋取萧家的家业。这玉坠我丢失多年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那不如你来说说看。站住！是我爱不孝郎君，是我对郎君爱而不得，才故意离间你和姨娘子的感情，是我对郎君因爱生恨，才推销郎君入水。玉坠是我偷的，这一切都与大娘子无关，都是我一人为之。哼，我若7年前就想杀你，你怎能活到今日？那是因为你没想到，云州经此一劫后开始处处提防，你再无机会下手，转而想通过联姻来达到目的，所以你想将我除掉，再让柳家嫡女嫁入府中。你怎会在这儿？京兆府已查明，我是被奸人所害。你买通仁安堂的库房主管，调整归元丹的比例，造成众人中毒，又让周小娘对尚书夫人下毒，逼她自杀我。这些事情你认还是不认？你糊涂啊！你为何要行此等悖逆之事？家族颜面，朝堂法度，尽数被你踩在脚下。三房公，你怎可听信他一人之词？这些年，我为萧家操持内外，未曾有半分逾矩。且我平日里对云州、对殷娘子都是极好的，我怎会做这种事？阿农，把那人带上来。走，跪下。大娘子，此人你可识得？金娘子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识得此等匪类？因为他是杀死你夫君还有陷害我阿耶的凶手。什么？说，是他许我金银，劫杀殷萧两族商队，也是他让我故意在现场留下殷家信物，引所有人追查殷世峰。他还说事成之后，便让我掌控萧家商务。住嘴！无耻匪类，你血口喷人！没有，我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言啊。表面仁慈善意，实则蛇蝎心肠。为了得到萧家的家产，不惜勾结山匪，残害亲夫，嫁祸于人，颠倒黑白，将我殷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够了，你简直一派胡言！我与夫君间谍情深，我对云州亦是视如己出。若不是你整日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我怎会容不下你呢？今日之事，我就当从未发生，往后休要再提。想走？若不是因为你拿着护身暗药威胁我，我怎么会有今日？都是你！你让我将两家商队骗到番禺，还是你
你让我伪造了护士旗交给户部，还推殷世峰当你的挡箭牌，你这个毒妇，想杀我灭口，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来人，将柳氏带回屋中去。你可是要救他？暗约之事尚未查清，他若是死了，线索就断了。好，那你去做，有我在呢。阿农，将沈源送到大理寺去。他失血过多，性命暂无大碍，但需要静养。暗约之事尚未明了，过几日将他送到大理寺，真相自会浮出水面。善和恶终有回报，只是时间的早晚。你也累了一夜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我已经派人命他们严守房门。可见孙嬷嬷的踪迹？已经把萧府整个搜遍了，怕是知晓了柳氏的罪行败露，早已逃之夭夭了。阿爷，我和清代一起来看你了。如今一切的真相都已水落石出，您不用再担心萧家了，我也不会再让歹人有可乘之机了。是啊，萧伯父，如今云州已经成长为一名不喜形于色、能独当一面的好郎君了。啊，他连我都骗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是在怀疑柳氏吗？柳家亦有运输商队，阿爷在临终之前曾经叫我小心，但还没来得及说清究。现在仔细想来，可能是柳氏。那我们倒不如试一试。若是他知道你我产生了嫌隙，那他当会迫不及待的趁虚而入。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好，如你所愿。要么拿钱办事，我不会亏待你；要么，今夜我可是吃了酒，手上可控制不好力道。你说在这大牢里面看管犯人，偶尔受点伤，是不是不足为奇啊？你说对吧？是，有事儿您吩咐啊。为何不亲自送药啊？还不到时候。这京兆府的大牢不干净，稍有不慎，怕是会打草惊蛇。徐徐图之，一旦证据确凿，便可一击即中。不知殷娘子要如何谢我？什么怎么谢你啊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知不知道我在牢里掉了多少眼泪？而且产亲吧。阿爷，您的儿媳好像害羞了。我没有，我们不是还说要去拜访尚书府吗？你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！今天让你们来是有喜事相告，护士暗约找到了，里面详细拟定了他们的分成比例，
各自负责合作的细则，连交接时间、地点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沈源负责稽查货物，核定价格，并且出具免除苏尔曼税负的官方文书。苏尔曼则负责供货，提供波斯方面的各种资源。运输则由柳家商行负责。当初交到户部的护士器上写了阴氏封，就是怕我有一天如果发现了其中的蹊跷，柳家也可脱身事外。这份暗约一直藏在京兆府的法曹参军的手中，他是柳氏的兄长。怪不得。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我早该想到，他也有份参与。姨娘子放心，如今大理寺已掌握确凿证据，他们一个都逃不了。恳请大人将真相昭告天下，以正视听。这是自然。多谢大人，还我父亲清白。此事应该是我谢你们才是。若不是你与萧郎齐心协力，怎能真相大白于天下呢？大人，儿还有一事，想要请求大人，望大人应允。请讲。护士一事能顺利调查清楚，此事并非仅我二人的功劳，还有女科馆内的2位娘子，她们功不可没。其中一位来自明月楼，如今她的家主已逝，我想为她求一份自由身。既无主，又有立功表现，本官定会为他争取脱籍文书。多谢大人。官爷，官爷，死人了！那边有2个山匪杀人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我跟他去看看，你们俩押本人去刑部大牢。是，这边走，在这边走。官爷，快走！签了他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合理？你想都别想！只要我一日不合理，你就一日是我沈家的狗，永远脱不了干系。这一巴掌打你贪赃枉法、谋财害命！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打你有眼无珠、负我真情！你以为我苏毅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仗着我对你的爱慕和退让，得寸进尺。你别忘了，我苏家手里可是握着江南3郡的商路，这一纸和离书，我无所畏惧。姨娘，夫人，这只簪子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云昭，7年前我曲江池失约，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清淡，做我的妻，可好？你可是一时兴起？不，是蓄谋已久。这些年我们虽然有过嫌隙，我亦对你有过埋怨，但早已在那一次次阴府门口徘徊时化作懊悔。我就在想，若我当时更坚定一点，若我再相信你一些，我们便不会错过这7年。清淡，丧期一过，我便娶你可好？你若负我，我以萧氏的列祖列宗起誓，此生为情一人，生死不离，永不相逢。
一步跨炎焰，百邪化灰烟。清泉浊尘清，从今世事宁。欢迎回来。我们定要将这女科馆发扬光大！哎，这几日病人怎么多了如此之多？药库存量不足，你快去将这些缺失的药材补齐，切莫耽搁。是。我先把脉看看。好。是突然如此症状，还是逐渐加重的？脉象浮华而乱，非寻常风寒。家中可有人患相似病症？来，有些发热，可有呕吐？有的。好了，来。麻杏石甘汤。等一下，这几日与家人保持距离，所有的器具都要经沸水煮过。哦，对了，衣物和被褥也要常晒。如果发现症状加重，及时来找我们。这是怎么了？近2日病症相似者已逾数十人，发热、腹痛、泻痢无度，兼有呕血、便血之症，恐非偶感嗜血，怕是疫病将起。苏姐姐，多备一些常用的药材。好。制作一些预防用的药，发放给还没有染病的百姓。好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刚才就喝了2口水，这腹中突然就疼痛难忍。这水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吗？是啊。苏娘子，不是我不给你药材，只是这病邪性的很。看，我们库里的药材也都用完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外面的药行现在都涨了3倍的价，女科馆根本负担不起啊。这样，我尽量看着给您匀点吧。若是郎君能让城外的药材商把货送进来，届时我再差人给您送去。好，多谢。先回去吧。掌柜的，给我抓2副止泻的药，我家老头子快不行了，求求你！阿婆，诸位，我们这的药材早已告罄了，这切药的火呀，从未停下来过。若是诸位实在苦痛难忍，可以去长乐坊的女科馆就诊。荒唐！那女科馆是专治女人归集的，我们男人去了有何用啊？医病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论病症。不去，去了也是浪费时间。女子行医，岂能信的？我们宁可在这儿等药材。哎呀，你说你，
今日义士汹汹，已夺数人性命，若再之偏见，拒良医于门外，恐悔之晚矣。言尽于此，望诸位珍重。哎呀，20年前西北大疫，症状便是高热、泻痢如水、呕血便血，与今日病患分毫不差。这病传得快，若3日内不控，恐要蔓延全城。那最后是怎么治好的？将病人都赶至一处，封禁了起来。最后，染病的人都死了，一并救。就是放任着不管呗。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霍破夏灵汤能清湿热，麻杏石甘汤可散肺热，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。我们要找到传染的源头。我刚去巷口打听，东市的梁铺掌柜，西市的裁缝娘子，都是昨日开始发病的。他们都说，前几日喝了城南的水，我用帕子沾湿了些带了过来。有股腥腐之气，其中的味道太杂了，辨不清源头。库存的药材不多了，刚才我派人去药行问，他们说药材涨了3倍的价，仁安堂也借不来许多。涨价也得买啊！苏姐姐，你去问问那些药行，能不能赊账借一些药材，等到疫情平息后，我们加倍奉还。燕哥，除了水源，打听一下那些病患，他们共同去过的地方，还有接触过的地方，一定要找到源头。好，务必小心。好，那我们去了。各位邻里乡亲，还未染病的，可每人来领取1剂预防丸药，每日清晨服用1颗。吃了这个就能不染病了吗？这只是固本培元，增强抵御之力，不能完全规避染病的风险。那要它干嘛？不要钱的东西，万一把人吃死了呢？哎呀，算了。人心惶惧，原也难免。如今西市已闭市3日，城内染病人数每日递增，已有不少百姓因病去世，还有百姓想逃出城外，但城门设了关防，防控出入。我们的压药商队亦被堵在城门外。阿农，随我去找京兆府和行会议事。给点药吧，我们真的没药了。走吧。阿翁，您莫怕，他们没药，我们这儿有，我来给您瞧瞧。这女科馆岂能给男子看病啊？疫情当前，性命攸关，岂分男女？哎呀，罢了。阿翁，让我来给您瞧病。您若不放心，我们这儿也有男医者，您且安心医治，我们自当竭尽全力。那就劳烦这位郎君了。城中的药铺和医馆皆自顾不暇，甚至闭门谢客，唯有我们这边还开着门收治病人，却如此冷清。想来是觉得我们这女子开的医馆，只会看女子的带下病。我们改变不了他人的偏见，唯有尽己所能，才能够无愧于心。舌头伸出来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救救我的孩子？今日已不接诊了，快去别处吧。求求你们开门！我的孩子快不行了。今日闭馆了，有病明日再来吧。
快把孩子放到床上。来，怎么拖这么晚才送孩子过来？前几日孩子还只是有些不舒服，这城里的医馆人满为患，始终轮不到我们，我只好让他先忍忍。你先别哭，孩子还有救。苏姐姐，把我们制的义气单拿过来。你日日陪着孩子，自己要注意预防。这义气丹日后，家人每日一颗。感谢医者。医者，孩子醒了。来，连服3剂，既生冷刺激之物。多谢医者，多谢医者，你真是活菩萨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夜深了，快带孩子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食欲未散，一定要捂好口鼻。谢谢。此役刚起时，我们备了那么多药材在库里，继续放在后院，怕是要惹虫蛀。不如转给别的医馆，这样既能解他人燃眉之急，也可换些银两支撑我们日常开销。甚好。无论这些药材去到哪间医馆，只要能帮上病患，那便是物尽其用。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家医馆。不知几位是有何事？哦，我阿爷说你们这能治10亿。我听说就是你们治好了一个邻家孩子，我们也是来求医的。还以为又是来找麻烦的。没有。这位稍安勿躁，请先入座。来，当家。姨娘子，真娘，你也染了10亿。怎么吐了？医者，心月，你快来！怎么回事？他们刚才吃了什么药？这几位的病情较为严重，刚刚为他们服了葛根秦莲丸。你可有眉目？好像和10亿有些许差异。确实10亿，但是有……我就不该相信你们。果然这女科管能治什么病，还不如不治。走。诸位请猜留步，我们开的药对症无误。现在10亿突变，必有外因，请容我查明病因。我可先为大家施针来控制病情。疯了吧？还在这儿胡言乱语！我家娘子都要呕血呕死了，你还说不是药的问题？你当我们眼睛瞎了不成？走，大家请稍安勿躁，先容我施针，稳住大家的病情。诸位，我愿意相信姨娘子，姨娘子救过我2次，我信她。若是大家仍存疑虑，我愿让姨娘子先为我施针。燕哥，帮我拿针，来了。针灸虽暂缓了呕事，但脉象仍躁乱无根。你可否愿意在女科馆暂住2日？我也想，可是家中还有幼子需要照料，况且婆母心丧，夫君还要忙着料理后事，我怕他一人难顾周全。你婆母刚走，可是因为10亿。那她去世的时候，可也有呕黑血之症。
有，他身上还出了些紫斑，发黑。他走前那一晚呕得厉害，小腹胀如鼓，我给他揉过，硬得很。燕哥，检查一下大家身上是否有紫斑、发黑、小腹发硬。有紫斑，发黑，心月。每人都有，该如何是好啊，心月？二位家中是否有亲眷去世，一直停尸家中？我阿爷走了3天了，本打算好好安葬的，可如今这个时候，入殓师傅也逼着走。我明白了。诸位，家中是否有家眷未葬？有，我家有，我家也有。若我说，这些尸体需拉到一处集中焚烧，诸位可愿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治不好病，别说是尸体作祟。家中有人去世，必须停病3至7日来处理后事。如此草率的处理遗体，还将所有尸体一起焚烧，这骨灰都混在了一处，我们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？就是啊！诸位请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正是因为家中停尸，这才致使疫毒蔓延。若不及时处理，一人亡故会连累全家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今日烧其形骸以绝一元，胜在100年后犹存香。但若因一时之效，致使意气横行，那便是以孝之名行害众之事。什么女科管，一群庸医，我们不要听他们的。大家先别走，别着急啊！诸位留步，大家先别走，别走！真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怎么办啊，西月？云娘子，我相信你是好心，但是此事有关祖宗体面，我因妇道人家，实在做不得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东家。世人自有执念，难以骤写。他们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自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我既已知根源，又岂能坐视不理？你想怎么做？联合城中各大医馆，让大家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若如此放任下去，时移便再无根除可能。可大多数人礼教观念根深蒂固，岂会轻易改变？难道他们不怕死吗？人心中固有的桎梏，不是一场病就能打破的。那我便去报官，就算世人恨我，我也不能置他们的性命于不顾。我就不信官府会对这长安城所有人命视若无睹。如今怎么办？他既已做了选择，我们作为挚友，就应该支持他。燕哥，你就按星月说的，去其他医馆游说，争取支持。我即刻去联系其他士绅名流，设法在城中制造舆论。若民间呼声足够，官府定然有所回应。四郎君，女科馆就先交由你暂为主持。尚书大人，邢月，云州也在。大人，城中时疫已近半月，百姓却药食无效，致使仁安堂药材紧缺。我已询过京兆府和行会，也恳请大人能施以援手。大人，我来也是因为疫情如今蔓延迅速，我已经发现病症的根源。好，速速道来。因为百姓将亲眷的尸体放于家中不下葬，又不懂得防疫之法，致使疫气蔓延，传染无数。亲人去世，在家中停灵守孝，本是人之常情。可是，
如今义气随腐气升腾，一户染病，10户遭殃，孝心反成了屠刀。大人可否寻同僚共商此事，劝谕百姓从简治丧，及时下葬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若贸然下令，恐惹动民怨。但若放任不管，疫病蔓延，长安的百姓皆会陷于水火。的确，郎君所说的商队入城一事，我会同监门卫传信，但这大规模的焚尸还需向圣人禀报，共同商议。此事关涉礼制，若是处理不当，恐起民怨。儿明白，只求大人能和圣人铲清其中利害，不让一时礼法酿成千古遗恨。这你放心，我即刻入宫面见圣上，将议事之利害向圣上一一陈明。谢大人。看看嘞，你有心事啊？连我都不能说吗？不平。我今日刚得知消息，柳氏在被押往大理寺的途中被人救走了。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，要不这几日先让阿农跟着你。此刻疫病蔓延，你身边正是缺人手的时候。阿农跟着我在医馆，反倒容易添乱。你放心，他们都在我身边，不会让我落单的。你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走。英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根据你的想法，四处游说其他医馆，希望联合众人的力量劝说百姓。可他们都不想担着麻烦，亦或是根本不信我所说的。我们能做的都已做了，不必自责。路还未绝，这城中总得有人站出来。明天我会让仁安堂全力配合，家中停尸者不予施救。但是这样是否太激进了一些？如果目的是救人的话，手段就不必拘泥温吞。况且，不是还有女科管在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？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治好他们。好。若商队得以入城，我会让他们直接将药材送去女科馆。多谢。谢什么？我可是你的夫君。我夫君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也在争，不再彷徨。风再狂，也有肩膀。是你目光给我方向，有你在就有远方。当世界彷徨，我陪你闯，再多风浪也不慌张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你同行就有力量。当海越嚣张，不再退让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心中的梦不曾遗忘，去点亮彼此的远方。我找到了，太医署此前发放的广济方中，有一个障疟方和散寒救急散，其救治方向和实际的症状对应。障疟。障疟皆由山西湿热毒气，
蕴结熏蒸而成，寒热如疟，或日日发，或见日发，毒气内破，血瘀髓枯，疟邪未深，速攻可愈。若毒入膏肓，虽有神方，难救，轻退。怪不得长安这些时日阴雨连绵，街上的积水坑都发绿了，蚊虫都比往年多了3倍。但凡染者，3日内寒热交替，7日内必呕吐泄血。长山抗疟，草谷化湿，槟榔杀虫，后破理气，青皮化痰湿，陈皮可协助后破，甘草可治长山毒性。此方寒温互补，下气导泻，对疟虫可谓是见缝插针，甚佳。那我们就叫它七宝饮怎么样？再好不过。另外，对高热抽搐者，即刺10宣穴，放血泻热；持续瞻望者，点刺放血，清热醒神，抗邪。好。大家别急，每人2颗，用沸水送服。别喝生水啊，衣物要晒透。来，每人都有。后面别挤啊！按着方子，每日按时送服。你所列的单子已经全部帮你备齐，七宝饮所需药材，每类皆有100斤。幸亏有你。圣人已准许你的提议，云娘子尽管施展，官方会尽力配合。姨娘子，我已连泻3天，快不行了。让我看看您的舌苔。大家放心啊，这病能治，只要不喝生水，勤消毒，就不会被感染。每个人都有，劳烦大家耐心排队。哎，都可以预防的。大家在这边排好队啊，在这边，这边，别着急，大家排好队。救命！这不是之前带着尸体来闹事的行会会长吗？不是说女科管害死人吗？怎么自己也染上了，还跑这儿来求医啊？是啊，我错了，听说阴娘子这里有能治10亿的药，特来求药。会长，你就不怕我下毒害你啊？阴娘子大义，定不会与我计较。我愿将库中余药尽数捐出，只求赎罪。请阴娘子赐我7宝饮，以解10亿之苦。拜托了。多谢。阴娘子人心济世，我等凡以小人之心躲之，实乃羞愧难当。往后女科管若是需要任何帮助，尽管跟行会提，便是天大的难处，行会也当竭力相助。
身为医者，自当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而非以回报为先念。好啊，说得好，其实百姓心里面都有一杆秤。是的，说的对。此役非寻常疟疾，乃瘴毒裹袭寒湿而成，必须速治。女科管已拟出方略实证，望大人联系京兆府，散播告示，令百姓知悉防患之法。疫起于浊气，救急于清源，需净化井水，阻断疫气源头。投之明矾、硫磺，可沉淀消毒。每日清扫街道，焚烧苍竹、皂角，去秽。尸体必须以石灰覆盖后焚烧，阻断传染源。姨娘子，姨娘子，出来了，他在呢。好啊。姨娘子，如今御史得空，大家都感念几位的日夜辛劳。多谢殷医者救命之恩，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收下。对不住两位医者，当日是我朝了下，误会了你们的良苦用心，险些因偏见丧了性命啊！哎，一点心意作为谢礼，医师道歉啊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作为医者，为大家看诊治病是我的本分。如今看到大家健康的站在这里，我很是欣慰。心意我领了，东西拿回去吧。啊，收下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感谢诸位的心意，快请回去吧。那大家就不要为难姨娘子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回去吧。真是好人啊！多谢了，女科管人心济世。告辞了，谢谢。怎么可是好人。怎么了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好了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我高兴。我们也高兴。哦，对了，燕哥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。给我？快打开看看。是什么呀？托籍文书，是托籍文书。现在你就可以，你们都知道了。苏姐姐，那你其实沈渊被抓进大理寺时，我就去找过他。他不愿意和离，我就狠狠打了他一顿。大娘子，喝药了。
我来。你还是不愿叫我一声阿娘吗？是大娘子定下的规矩，我只是听从吩咐罢了。如今我已经不是萧家的大娘子，时安，你可以叫我阿娘。郎君心里还是记挂着您的，他只是性子倔强，不善言辞。那日官差将您移交刑部时，为了救您，郎君还受伤了呢。让阿娘看看你的伤。皮外伤罢了，我是个医者，自会照料自己。大娘子的伤势未愈，还是应该保重自己要紧。喝完药，早些休息，夜里风疗，莫要再加重了病。这些年，是阿娘对不住你。我真的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我不想你走我和你阿耶的老路。你有天赋，不该被埋没在那小小的医馆里。大娘子不必再说这些，往事已矣。如今大娘子落得这般下场，还望好自珍重。过些时日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南下，远离长安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走不了。如今已无人能护你周全，南下是你唯一的生路，莫再执迷。郎君亦是为您着想啊。想我半生筹谋，才能如此淹没在江南烟雨中。他不懂，这局棋下到今日，早已不可善终。郎君，近日可有前往南方的商队启程，尤其是往岭外的？哎呀，这有道是有一支，3日后启程，走梅关古道。只是如今这盘查甚严，这过关打点可就……郎君，你这可远远不够啊！不如……哦，这个不行，这是阿耶留下的遗物，不能给你。银子我会想办法的，3日内必给你补齐。郎君可知，这世上最贵的不是玉，是人心呐。3日我定让你见到足数。告辞。给大娘子请安。司郎这玉蝉倒是十分别致呢。这是我阿耶留给我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佩戴合适，放在袖中老掉出来。你阿耶？啊，对，他回老家之前教育我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可得收好了。这一看就是早年长安富贵人家才会有的东西。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让我好好保管。看来司郎祖上亦是显赫的门庭。
两位，我已经知错了，两位就放过我吧。你不必紧张，今日唤你来，只是有一事相问。你膝下可有子嗣啊？有一双儿女，小的才3岁，那大的呢？7岁了，和他阿娘最像了。那你可认识司向庭？司什么？好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司向庭游学是假的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医者，但早早就去世了。此前他在城外一处别院里待着，那所别院正是柳家的，而且他的生辰和柳氏曾经闭门养病的时间正相吻合。柳氏私生子？看来是柳氏当年未婚先孕，看不上司郎家出身寒微，所以才找上我阿爷的。若他与柳氏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一直帮我？况且也从未做出任何对女科馆不利的事情。难道你忘了，从天而降的砒霜，差点让你被打死在京兆府？去往南边的商队，我已托人打点妥当，你只需藏在货箱夹层，裹紧黑布，莫出声。我说过，我不走。你若是留在长安，数罪并罚，侥幸是迟早的事。我那日救你出来，不是想看你再回大牢的，更不愿看着你赴黄泉。我若走了，你当如何？你会和我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未尽之事，待我办妥之后，自会南下寻你。世安，你可否再唤我一次？阿娘。南下等我。看来你们都知道了。为何来女科馆？目的是什么？一开始他只是想让女科馆开不下去便好，后来我见他对你起了杀心。身为医者，我做不到见死不救。看着你们日夜守在医馆，一碗药，一碗粥，亲力亲为，连最脏的脓疮都亲手清理。看见你们日夜为那些女子奔走，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从未敢直面的黑暗。我开始厌烦自己撒的谎。那你为何往医馆药柜里放砒霜，来陷害我？或许是我流淌着他的血，便也沾上了他那阴狠的性子。他反复地提醒我，让我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。我理解你的挣扎，要经历多少彷徨，才能摆脱血缘关系带来的枷锁。谢谢你，姨娘子。直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责备我一句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责备也没有用。思君，你不必以他的儿子自居，你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你终会选择良知与光明。我曾彻夜难眠，想着若生在别的人家，或许就能坦荡地走进这女科馆，堂堂正正的叫你一声阿姐。可我终究走错了路。我会离开女科馆，以所学医术偿还过往的罪孽，也算替我自己寻一条归途。
那燕哥呢？想好怎么对他说了吗？我还没想好。明天，也给他一个坦荡的交代。新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临危不乱，带领我们抗疫。感谢苏姐姐，跑遍整个长安城的药行，才借到的药材。感谢燕哥以身涉险，四处搜寻疫病的源头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研制出药方。感谢司郎熬夜制药，陪我看病坐诊。感谢阿农，挺好的。当然了，还要感谢我的云州，联合各大药商，让百姓知道在家中存尸对疫病的传播之害。好了，经过这场11啊，我发现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竟然可以做这么大的事，能守护这么多的人。能和你们一起行医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往后，请继续多多关照。敬生命，敬真心，敬自由，敬苍生，敬希望，敬大家。世人，都是在女子的裙摆下诞生，绝不许女子的裙摆随风飘扬。但是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昂首迎风而立，不卑不亢。没错。保持温热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对啊，是你照亮了无数暗夜行路的人，也包括我。那便让我们继续做点星火般的事。可是前路漫长且未知，我愿与你携手，共赴前程。你爱我吗？我爱。
那你呢？我爱。珊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燕哥，我想去游学。可是，我拿到脱籍文书了。恭喜你。恭喜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这世间有许多事不可求，求不得。我有执念，难以自度。执念，说是我想强求的。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起向前走。对不起，我想去寻艺术最高之处。你撒谎！你看着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配不上你？是不是因为我有那些抹不掉的过去？我永远也配不上你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可我留不住你啊！我留不住你。救我了！快走！苏姐姐，救我了！苏姐姐，救我了！苏姐姐，月哥，快走！走啊！娘子，小龙驹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离开这！走！快走！快！风再狂，也有肩膀。是你目光，给我方向。别去！别哥，你不要去！别哥！终有远方，四季彷徨，我陪你闯，再多风浪也不慌张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你同行就有力量。
速装逼再对热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心中的梦不再忘，只给了一丝的远方。姨娘子，可否帮我将这枚玉蝉交予燕哥，告诉他，她是这世间最好的娘子。这是他想让我交给你的，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他说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小娘子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，或许我就不会留在女客馆，也不会结识你们。你醒醒！你不是要学一技师吗？你不是要治病救人吗？你醒醒啊！萧景逸，萧景逸，贱人，都是你！你毁了我所有的计划，你们全都该死！为什么死的是我儿子，不是你们？他不是你儿子，你根本不配做他母亲！你们全都该死！刘氏的债不该你来偿的。命运弄人，他背负了太多无法挣脱的因果。或许如此，才能解了他的执念。这一切就像是泡沫一触即碎。你是受了多少的折磨和委屈？这些都是百姓给你的信啊，我都替你看了。有些写的七扭八拐的，很是好笑。还有小娘子不识字，就给你画了许多画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也给你写了信，你要是看到了，便托个梦来好吗？此生无悔，唯愿山河无恙，世人安康。燕哥，忘了我吧。
清淡，殷伯父的尸首找到了。大娘子还是别看了，银二郎尸骨残缺不全，有多处野兽啃咬的痕迹，头颅亦有残缺，只是在尸骨旁找到的。阿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啊？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还。这世道混乱，自有去平定的人，我不想让你去以身犯险。还债之事可不是我们清代要做的，你只需做你想做之事。胡人从未表露过怀疑我。那你刚刚和萧伯父，你们说你们……没事的，只是生意人一贯会做最坏的打算，你不必过于忧虑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清代不是一直想要波斯的布料吗？等我回来，给你带一匹最好的宝石织锦。真的？那好吧，阿爷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，别担心，好好歇歇吧。我阿爷，他对我说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让我等他，他会给我带回来最好的织锦，还有我想要的首饰。他都没去过女科馆。院长。我没有家了。没事，我一直陪着你呢。萧府就是你的家。这封信是从殷府找到的，看来伯父他早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清代，若你读到此信，必是父亲已无法归来之日。此生与你成人，虽未能伴你致远，然心无害意。我所爱之女，当以己心为灯，不依附，不困顿，纵风波起落，亦能独立行路，勿悲勿念。愿你一切安好，平安喜乐。唯愿来世仍做你父亲，听你唤一声
阿爷。没事，有我在呢。阿爷。传圣人口谕：长安一起，民不聊生，朕忧心如焚。幸得女科馆怀济世人心，献于秘方劫虐七宝饮和抗疫之法，长安得以转危为安。今特赐匾额，以彰其功，令赏银100两，用于扩建医馆，广施良药。疫病虽退，人心长存。望百姓铭记此馆救苦之恩，世代传扬。谢圣人隆恩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好的事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，新月，这下重建女科馆的钱总算有着落了。放心吧，女科馆与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我们自当鼎力相助。我亦献上家中木料，为医馆添一梁一柱，大家都会帮忙的。我们都来帮忙，都会来的。多谢诸位，今日先请回吧。好，一定来帮忙，肯定来，就来的。是啊，对，走，行。抗疫亦有4郎的功劳，我们要好好的缅怀他。哎，往左，哎，我来啊！对，这儿高了啊！哎，好，别动啊！哎，左边。多谢各位不辞日夜，才让女科馆得以重生。殷医者，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这些啊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就是，没有女科馆，哪有现在的我们呢？是啊，多亏了医者，真是棒！人在冲，不再彷徨。风在狂，也有肩渊哥，你想清楚了？是你目光给我方向。我要确走他未完成的路，把你和他的医道传到长安城外，一切顺利。当世界彷徨，我陪你闯，再多风浪也不慌张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你同行就有力量。当海越嚣张，不再退让。燕哥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，心中的梦怎么了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专访啊！一路漫长，但只要心中有光，便不惧前路漫漫。